你上次也带了，用得上吗？你手账做的这么详细啊？哎，站路不对吧？没关系，到了再说。帮我接一下。怎么样，这地方不错吧？太阳晒的，我想睡觉。哇，好大的雨！我们走，不管了。慢一点儿，等等我。哦，这里有一辆1P5哎。太阳出来了。对，今天天气好好，有点丑这个。这个，哇，这个颜色好看。你看这。哇！刚刚的车是你们的吗？我们去那个上面。Extend on a road to steadily spread. Every thorn becomes a friend. In the warmth of the sun, we find our journeys, and where every moment fuels the fire ahead. Burning bright in the darkness that once used to blind. On our journey, we leave the world behind. In every breath, our spirits start to climb.明天什么计划呀？明天再说吧。晚安。晚安。Seeking the answers to all where dreams are. 程程，昨晚的雪全都积起来了。该记得了。这是普通镜子吗？普通的橘子。对，这才是真的兔子。你看。哇，好香！好球！来了！没事没事，让他回归自然吧。
I have waited for you. I have waited so long. Oh, I have waited for you. I have waited so long. ，Hello，怎么样？还不错啊，人太淡了。这个角度我觉得是很不错的，完全不一样啊！你觉得他会出来吗？我小时候跟爷爷问过这个问题，他说山一直会在这里。先给玩会儿。张大哥，来，还有我。 I have waited for you. I have waited so 你还拍吗？爷不是说了吗？山一直会在这里。 I have waited for you. I have waited so Hello， 各位牛的小伙伴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未来品牌的官方直播间，我是未来品牌的官方主持人 Juicy。那这边呢，也是我们2026款的 ES6、EC6、ET5和 ET5T 我们4款呢自然奇境限定版亮相的一个车型的发布现场。那当然，我相信我们很多的朋友啊，都还是非常好奇的。那为什么今天我们2026款的这未来的 ES6、EC6 ET5和 ET5T 会放在同一天正式给大家发布呢？因为我们这4款车型啊，也是带来了非常有诚意的升级内容。其实大家呢也可以看到哈，我们的直播背景的设计主题呢，也是以非常自然的设计为 Clean Parks 国家公园生态的一个共建计划为原创的主题。所以我们这个计划呢，其实也是一共持续到了我们5年的时间。它的覆盖呢，也是到了我们全球18个项目的真实地的一个行动，而我们55和662条产品线的一个本身呢，也藏着非常多值得探索的秘密。好比说啊，我们 ET5呢，也是致力于说高端智能的一个纯电轿跑的先行者，而它也是持续引领到我们科技美学的设计潮流。那在另外一方面，我们的5T 啊，也是最美的瓦罐旅行车，它也是打开了我们中国旅行车市场呀，在我们整个新格局当中，从它开始，其实被定义为小而美的品类，是没错的。而在另外一边呢，我们从2023年的6月开启到交付至今的时间呢，我们的 ET5T 啊，也是获得了全球高端新能源旅行车市场的 Top 1的好成绩。当然，同时呢，也是不分到我们区分能源形式的全球销量排行第2的高端旅行车的战绩。而在另外一边，我们66车型呢，也是收获了非常多车主朋友们的好评。比如说呢，像我们蔚来6系 SUV 也是从0出发，那持续到现在呢，已经交付了40余万台的好成绩了。那在另外一边，我们6系 SUV 呢，不仅是从0到40万的好成绩，同时呢，也是我们中国高端新能源品牌的一个很好的成长史。那 ES6 大家都知道，是我们首个高端纯电的 SUV，
而另外一边 EC6呢，也是被我们很多的网友评定为是最美轿跑的电动 SUV。而且啊，我们一半的6系用户呢，其实都是有做过市场调研，都是从我们 BBA 增换购最终选择了我们的蔚来品牌。那其实说实话，他们也是真正意义上体验过什么叫做传统的豪华，最终还是毅然决然的选择了蔚来品牌。感谢各位用户朋友们的支持。那有的用户会问到，哎，这一次我们55和66啊，究竟要怎么选才适合自己呢？那另外，这次我们自然的奇境版本啊，是不是做了很多的一些升级迭代？这个权益政策是不是有诚意呢？那我们今天期待一下。当然了，我们在直播现场呢，也是请到了我们两边5566两边的一个产品的负责人，专门来到了直播现场。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请出5系的产品端的负责人，让我们欢迎航哥。Hello， 航哥，又见面啦。Hello，Juicy。今天你的 look 看上去非常的 energy 啊，感觉。对，比较户外的风格。航哥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Hello， 大家好，我是蔚来的周航。那其实航哥呢也是我们蔚来品牌5系的这个产品端的负责人哈。之前呢，我们每一个限定车型的发布都会见到他的身影。那这一次其实我知道我们非常多的一些朋友，尤其在车友群里面，其实在5系这个自然奇境版要发布之前，已经透露了很多的小道消息了。都说这款其实不管是从设计细节、颜色呀，到一些内饰，包括我自己很喜欢的一些就雪豹的一些小足迹等等的一些细节，我个人很喜欢。有很多的内容，我们待会儿一一向大家揭晓。而且我听说这一次啊，我们的这个车型组啊，为了去体验我们这款55的车型，做了深度的一个自驾游的体验，对不对？是的。挖掘了很多有趣的内容。那听说你好像这次去了这个热带的地区啊？是的。跟我们分享有什么好玩的经历吗？我们当时是去到了海南拍摄啊，找了一个特别漂亮的地方，真的是自然奇境，有山有湖有森林。我们在森林里面跑山，跑的也特别的过瘾。但是呢，优美的自然环境也会让动物特别的有活力。那边的鸡是凌晨3点钟开始叫的，这么早吗？所有人都没有休息好，所以我们最后那一趟结束了之后，愤怒的决定去吃当地的特色鸡火锅来泄愤一下。所以说，这个山川湖海的这个魅力啊，也抵挡不过一顿秀色可餐的这个鸡煲，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体验和经历哈。那我觉得我们各位的NIO的小伙伴们呢，其实不管说你有什么要出行的。想要去到比如三亚呀，或者去到一些寒冷的地方，那其实都会有到属于自己不同的体验和乐趣。因为我们也做过很多的市场调研，我们不管说55还是66的车型的这个定位，我们很多的用户小伙伴们本身自己呢都是非常热爱生活，对自己的生活目标非常有追求。而我们这次的一个整个生态链呢，也是看到我们主题嘛，就是一个自然奇境版本，其实是围绕着生态社区打造的。那很多的朋友都是比如说喜欢养家宠的呀，也有很多的一些比如骑行、溯溪、野外露营等等，非常酷爱生活的朋友们，我觉得这个版本的话，大家一定会是喜欢的。是的。所以更多内容的话，我们就期待一下之后给大家来一一解锁，好不好？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权益政策了，航哥。对，我们先保留一下。一会儿都有，对，一会儿都有的。而且今天直播间，我提醒一下各位小伙伴们，我们记得呢要在直播结束前哈，大家可以多多踊跃的发言，然后呢也可以多多在弹幕上面提出你们的疑问，比如说对于我们这次的一个自然奇境版本、新的限定车型版本有什么样的问题啊？权益政策细节啊都可以进行提问的。我们在直播结束前呢，会现场搜集我们的一些信息。来给我们的产品端的负责人进行提问，好吗？好，那这边也就是我们5系的一个车型的大概的分享。另外呢，很多的朋友也说，比如说像 EC6啊、ES6，同样的作为这个最美的电动轿跑的 SUV 啊，也非常喜欢说我们新版本究竟有什么样的内容升级。我们接下来话不多说，请出我们6系的产品线的负责人，让我们欢迎文迪老师。文迪老师也是我们直播间老朋友了 ，Hello， 好久不见，哇，好久不见，跟大家打声招呼吧。大家好，我是蔚来的曾文迪。文迪老师，之前我们每一次这个6系的直播都会看到你的身影，也非常感谢2位大佬的参与，因为我们其实很多的朋友为了这个车型新版本的发布都在做持续的努力，也是希望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次升级迭代的一个诚意吧。那我想问一下这个文迪老师，听说哈，我们这次的6呢也是
除了我们5之前去到这个三亚的这些地方热带地区嘛，我们是不是6去到一些不同的地方，给大家做了一个深度体验啊？我们66呢选择了去了西藏的林芝。林芝是不是海拔很高？我记得。对，它大概有4000到4500米的海拔。那其实林芝给我留下2个非常深刻的印象，一个是令人窒息的风景，非常的美。然后打引号的窒息吧是。对，一方面是非常的美，因为我们看到了完整的南迦巴瓦峰，有盛开的桃花，它非常的美。另外一个就是打引号的窒息，就是确实高原还是会让我们的同行小伙伴产生了一定的不适。但是文林老师，我想问，像高原这些地方，其实还是有朋友们会有疑问的，因为他说这个换电体系嘛，包括说像我们之前去北方的朋友，或者去一些高原，那我们这个电车会不会有影响？那他如果说续航呀什么的表现，会不会有担忧这样的问题？其实这就是我们另外一个给我印象比较深刻的点，就是我们的用户和换电。其实我们在那边拍摄的过程中，在全球最高的换电站，海拔最高的换电站，未来公布加拿大换电站，遇到了一位真实的用户。他开着第一代的 ES6，他的 ES6已经开了25万公里了。那此次呢，他是从东北辽宁出发，首先从北到南开到了安徽，又从安徽一路从东向西开到了西藏林芝。那他最终目的地呢是珠峰大本营，所以他全程都采用换电。他说他没有任何里程焦虑。是哇，所以这一条长春的线路也是让很多，比如说本来啊会劝退的说，哎呀，我这开电车，我之前是没有办法想象我去到什么珠峰大本营啊，去到一些北方的地区，因为他觉得可能油车让我更没有续航焦虑。但自从有了换电体系之后，家家户户都不用担心了。所以说，我相信5566是大家出行的一个必备的不错的选择，也让大家能够在换电体系方面得到更安心的一个守护和保障。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不多说了，因为更多精彩的内容呢，留到今天直播过程当中，为大家全面的去剖析我们5566这次自然奇境版限定版发布的精彩内容。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2位产品负责人经历过这个海南和林芝的采风视频。我们先睹为快，稍后回来吧。大家好，这就是2026款的 ET5，完美融合科技与美学的轿跑设计，精致有温度的车内空间，标配双电机智能4驱带来的强劲动力，每次上车都能给你带来一触即发的驾驶快感。而旁边的就是2026款的 ET5T， 充满调性的原生旅行车设计，拥有更充裕的乘坐和储物空间，标配100度电池带来的超长续航，它可以陪着你和你的伙伴一往无前，享受自由。我们来看看前脸，标志性的 X 把，大尺寸的大灯灯组，非常的自信，不管在哪里遇见，你总能一眼就认出它来。车顶的高性能激光雷达与环绕的800万像素高清摄像头自然地与车身融合。Moon 3.0的设计套件颜色更深邃，更显运动感和金属质感。在26款上，我们还特别在车侧带来了智驾小蓝灯，它可以随着智驾功能开启，显示你的驾驶状态，同时也给整车增添一份科技感。我们的车身颜色选择非常的丰富，满足你在色彩上的个性化需求。你一定注意到了我身旁的特别版涂装，它来自于我们在26款上全新推出的自然奇境版，它的灵感来源于 Clean Parks。Clean Parks 是未来提出的清朗国家公园生态共建计划，旨在利用我们在清洁能源领域的优势，和合作伙伴一起保护自然栖息地。迄今已经持续了5年，助力了全球18个项目地的国家公园建设。Clean Parks 项目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设计灵感，你可以选择来自雪山的白色主题，也可以选择来自森林的绿色主题。
它第一次出现在5系列的车型上。这个主题搭配 ET5T 流畅的车身，显得特别的优雅和高级。这款专属的20英寸多幅风域轮圈，它的轮幅好像连绵山峰。银白色的卡钳就像山间积雪，让你很容易联想到在群山之中，沿着车辙向前不断探索的画面。CleanParks 的标识在车尾和挡风玻璃上带来了独特的精致感，还有这个你一定喜欢，3个雪豹的小爪印，是不是很生动？我们来到车内，这个特别版的内饰设计精致，触感柔和，高级又和谐。专属的双拼内饰主题，色彩过渡，富有层次，仿佛薄雾萦绕的森林。每次坐在里面，都能感受到一种来自自然的宁静。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款珍珠贝的双拼内饰供大家选择，它的色彩更加通透柔和，视觉上也更具开阔感。座椅缝线和安全带采用撞色点缀，营造出温柔沉静、自然松弛的座舱氛围。自然骑进版标配 Microfiber 麂皮座椅和 Alcantara 方向盘，带来更细腻、更高级的触感。在座椅结构上，经过了精心的设计开发，双5车型的座椅采用11层座椅支撑结构和独有的2段式坐垫设计，就像坐在手掌里，贴合得更好，压力分布更均匀，达到入座柔软、久坐不累的乘坐体验。同时，在座椅靠背和门槛饰条上加入了 CleanParks 的标识，在遮阳板上也有几只雪豹的小爪印哦。我们有一块素质非常高的3K 分辨率的 AMOLED 中控屏，采用了双层 OLED 技术，它的显示效果毫不逊色于旗舰级的消费电子产品。行业首创的物理切割大圆角，做到了屏幕圆角、UI 圆角和内饰造型圆角的和谐统一，带来一种视觉上的秩序感。Hello， 汉哥。Hello， 大家好，我是徐子珊。接下来我们就带大家兜兜风，感受一下26款的驾驶体验吧。走。有了 CCC，5T 上也实现了4D 舒适领航功能，车可以利用云端的4D 图层预知路面的颠簸，提前对车辆的底盘参数进行主动调整，这样咱们的驾乘体验就会更加舒适。刚刚这个下坡过弯的车身姿态特别的好。其实一台车的驾控体验好与坏呀，跟它的硬件水平关系特别大。我们这台车标配的前后5连杆运动悬架，50/50的轴合分配，还有超低的整车重心，带来了很高的驾驶上限。对，而且我觉得作为一个旅行车车主，最美妙的是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在山里享受完户外运动后，把自行车、登山包之类的往车里一放，你还能在山路上去享受驾驶。26款标配的双电机智能4驱，带来强劲动力的同时，也有很高的安全软硬，可以陪着你放心的去探索各种远方。我也很喜欢山路的驾驶体验，跟随着弯道的节奏，操控着方向盘，是一种非常纯粹的快乐。我看你开了 EP Mode 的跑山模式，导航联动中控和 HUD， 就像有一个领航员提前告知你弯道大小。此外，HUD 还可以显示 A 柱盲区的影像画面。刚刚外面太阳还挺大的，没想到雨林里天气这么多变。其实行业里面对于天窗和前风挡的防晒聊得特别的多，但恰恰容易忽略的是侧窗的防晒。我们很多用户在上下班通勤的时候，那时太阳的照射角度比较低，侧窗的防晒反而更重要了。我们在里面植入了一层红外线的阻隔层，它的防晒效果已经远超了市面上的防晒霜 SPF 数值的上限。在我们5T车主群里面，很多人都喜欢自驾游，5T确实可以陪着我们说走就走。那我们继续出发。
嗨，大家好，我是曾文迪。大家现在看到的是2026款的蔚来 EC6。EC6 我认为是轿跑 SUV 里的颜值担当，它有流畅优美的6倍线条，匹配利落的运动姿态，每一次出发都是灵感激发的瞬间。此次和我们一路同行的还有我的好朋友 Amy， 她同时也是 EC6 的车主，现在她就坐在我的身边。Hello， 大家好，我是 Amy。作为一名户外爱好者，我听说林芝的桃花开了，今天就由我和文迪一起开着 EC6， 带大家去林芝感受一下春日的桃林。领航开始。2026款 EC6 在2侧的外后视镜增加了大家熟知的小蓝灯，可以实时的显示我们车辆的智能辅助驾驶状态。蔚来在辅助驾驶感知硬件上呢，一直是非常高的标准。其实越多变的天气，对于硬件的冗余度的要求就越高。比如说我们当前所在的林芝，像今天这种强光，进出隧道的时候，摄像头的感知其实是完全不够的。是的，蔚来 EC6 全系标配29个高性能感知硬件，车顶的激光雷达搭配高精度4D 成像雷达，以及7个800万像素高清摄像头，可以实现全天候、全方位对道路的动态感知。还有我们蔚来自研的芯片神机 NX9031， 它的算力足够高，才能够在一些复杂的情况下做到非常精准的处理，并且给到非常从容的应对。那么今天的旅程，我们就放心的交给蔚来世界模型吧。在这种窄路上会车，不知道 EC6 能不能自己过去？你看，它会提前往安全的一侧做适当的避让，这样我们就可以顺利通过了。其实平时在开的时候，我就发现，如果在这种比较窄的路上呢，它在路边看到有那种行人或者自行车，它会非常果断的去绕行，而不会停在原地去等待。哎，看前面有一群牦牛哎！这个情况在城市里面还挺难遇到的。我们来看看蔚来世界模型的表现。我们的 EC6 表现不错哎，它都学会礼让牛马了。其实这是得益于蔚来的世界模型，它现在对这个通用障碍物的识别已经非常稳健了。对于像常规的人和车，这就基本操作。那其实对异形物品的识别，诸如锥桶和牛马也非常精准。前面有一座雪山呢，不知道是什么山呢？嗨 ，Nomi， 我在。前面的雪山叫什么名字？让我瞧瞧。前面这座山叫波果朗，它位于现在 Nomi 好聪明啊，而且它能够往后转180度哎。现在 Nomi 的头可以转的特别多，是因为它配备了高性能数字云台电机，所以它可以实现近180度的偏转，同时配合高精度地图和云端数据，它就可以准确的回答你刚刚的问题。那这样的话，咱们在出游的时候，它就可以化身成为一个小导游。我们现在抵达的就是全球海拔最高的换电站——蔚来公布江达换电站，它的海拔有4500米。作为蔚来车主呢，我已经非常习惯换电这种补能方式了，高效便捷。尤其是下雨下雪天的时候，我们根本就不用下车，而且每一次换电都是一次电池质检，这样呢，我们就不用担心电池的健康度跟衰减问题了。是的，所以截止到26年的春节，其实蔚来已经为用户提供了超过1亿次的换电服务了。3分钟换电结束，那我们继续满电出发吧。蔚来现在全国布局了超过3700座换电站，无论是城市出行还是长途自驾，体验都非常棒。就像我们目前所行驶的318川藏线，就是蔚来非常经典的一条家电风景线。从成都出发，我们可以一路换电，一直开到珠峰脚下。包括川西环线、滇藏线这些，我们已经贯通了80多条家电风景线，油车能去的地方，蔚来都能够带你去自由探索。确实如此。哎，是不是到了？我们找一棵好看的桃花树来停车吧，正好可以试一下我们的随心停功能。你看，随心停功能非常方便。你只需要在屏幕上用线框定好位置，剩下就可以交给 EC6 自动规划，完全不用操心。文迪，你是第一次来林芝吗？是，我今天是第一次来到这里，运气太好了，没想到就看到了南迦巴瓦峰。艾米，你辛苦了，我们就在这休息一下吧。哦，对，我把这个墨镜收一下。
我发现这个26款的 EC6增加了几个这种磁吸的接口，那我们可以更灵活地搭配不同的附件，帮助女生来收纳一些小东西，非常方便应该。嗨 ，Nomi， 我在。帮我打开主驾零重力。座椅马上展开。2026款 EC6 配备前排双零重力座椅，同样我们2排也标配了后排舒享套装，这样无论是家人还是朋友，都可以在2排享受按摩、通风、加热等舒适配置了。刚好我们现在的视角可以看到这个超大的 EC6 的全景天幕。是啊，我们在天幕上也特别做了大尺寸的设计，同时也做到了透光不透晒。没错，出行途中的防晒，尤其是高海拔地区的强紫外线，一直是女生比较困扰的问题。但在 EC6 车里，我倒是不担心。无论是上方的天幕还是侧边的车窗，都应用了红外线阻隔夹层的材质，在防晒和隔热上做到了行业领先标准，相当于是多涂了一层防晒霜。而且我们还有智能调光天幕，它其实可以做到明暗4档可调。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档就是最暗的，它也叫隐私模式。那我们调整到明亮模式吧，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天幕来看外面的桃花了。2026款的 EC6 和 ES6， 我们做了诸多的升级。在前排，我们配备了可选择的主驾零重力座椅；在2侧的外后视镜处，我们也配备了辅助驾驶指示灯；在座舱里面，我们增加了多处的磁吸点。最后，我们在2排标配了舒享套装，舒适体验大大提升。在此基础之上，我们在2026款上也带来了自然奇境特别版车型，分别是灵感来自于雪山的白色主题，以及灵感来自于森林的绿色主题。这是我们首次把星辰绿应用在 EC6 和 ES6 车型上，这个低饱和的绿色深邃高级。我们也为自然奇境版车型专属设计了这款21英寸多幅风域轮网，轮网的形状就像连绵的山峰，同时双风银4活塞卡钳仿佛山间未化的积雪，与我们此刻的灵芝恰好呼应。来到车内，我们首先想要分享的是专属珍珠贝主题。这次我们采用更多双拼的可能，碰撞出更具层次感的座舱体验。座椅采用不同材质的双拼，以更自然的颜色过渡，呈现高级质感。同样，安全带的玳瑁棕以座椅的珍珠贝采用撞色点缀的形式，呈现更具惊喜的视觉效果。除了专属的珍珠贝内饰，同样我们也提供了专属的松丽内饰主题，在保留特别设计的同时，为你呈现截然不同的风格。我们在自然奇境版车型里面也给大家预留了一些小彩蛋，位于车外前风挡处和车内遮阳板上隐藏了几只雪豹的小脚印。今天我们特别选择在西藏灵芝为大家带来2026款的 EC6 和 ES6， 邀请大家一起亲近自然。各位朋友们，大家好。在我身边的就是2026款的 ET5 和2026款的 ET5T。上市以来，蔚来5系列车型深受大家的喜爱，已经获得了超过22万名用户的支持。蔚来 ET5 是高端智能纯电轿跑的先行者，持续引领着科技与美学的设计潮流。蔚来 ET5T 打开了中国旅行车市场的新格局。从5T 开始，原本小而美的品类变得越来越流行。自2023年6月开启交付至今，它是全球高端新能源旅行车市场的第1名，同时也是不区分能源形式的全球销量第2的高端旅行车。这样的成绩背后，离不开各位用户朋友们的同行。蔚来5系列车型的用户是一群追求自由、热爱生活的人。他们总是在自己热爱的领域不断的探索，而我们的汽车就是他们最好的探索伴侣。如果说车也有性格，那这种性格一定是我们用户生活的映射。下面用一段5系列车主的共创视频来看看他们和爱车一起有哪些有趣的经历吧。
大家好，我是若愚，是一名旅行创作者，同时也是一位 ET5T 的车主。大家好，我是思怡，也是蔚来 ET5的车主。我是吴彦，我是一名职业摄影师。我是李振林，我是痞子东，我是一名汽车摄影师。我是杨志宇，是一名中国职业单板滑雪运动员。嘿，大家好，我是张继坤，我是 ET5T 车主米宝阿敏。自从有了 ET5T 对滑雪上头以后，整个雪季去任何的雪场我都特别有底气。大部分时间，整个雪季都是在零下几十度的温度。滑完雪以后，回到车里，打开座椅加热，迎接我的都是刚刚好的温暖。再加上车顶雪板架和4+X 空间的灵活收纳，你是真的可以感觉到这台车的很多细节都在为我兜底。在海南拍摄 ET5T 自然骑行版的时候，又是完全不一样的体验。我第一次看到星辰绿的时候，真的是一见钟情，因为它不张扬又很耐看，能够非常自然地融入到环境里，同时又能保留自己的存在感。我喜欢自驾，喜欢滑雪，更喜欢不断地去新的地方冒险。这台车已经陪伴了我1229天了。除了每天的日常代步之外呢，我开着这台车最远还从上海开到了新疆，景美车也美。从提车到现在，不知不觉已经过了快3年的时间了。在这段时间里，我开着我的 ET5T 去过了新疆，去过了西藏，追过雪山和草原，用镜头定格了无数美丽的风景，同时也见证了蔚来在换电风景线上做出的努力。现在我们可以一路换电到珠峰，也可以一路换电到梅里雪山。像我们这样的摄影师去到户外拍摄，通常需要携带大量的一个摄影器材。ET5T 它支持后排的全部放倒，瞬间就可以让整个装载空间得到了一个比较大的提升。现在我已经习惯地把它当成是我的移动工作车了。我的旅行关键词是挑战。去年呢，我开蔚来的 ET5T， 驾着我的自行车从长白县开往了丹东。在这个美丽的中朝边境上，我感受了在城市之间的时候开车的一个方便。ET5T 是我非常好的一个搭档，我带着我的小伙伴们4个人同行，我们所有人的行李和所有的装备都可以很轻松的放到后面。接下来我们希望能够开 ET5T 去往更多有趣的地方，继续在路上。蔚来 ET5T 优雅饱满的尾部线条，丰富的色彩搭配，精致的花镜轮毂，让它在旅行的视角里自成风景。和它一起说走就走的旅行，总是充满了松弛感，平和的与自然相处。我们一起走过了38934公里。我的旅行关键词是安心与自由。未来我们将继续带着期待启程，并且一直相信，只要在路上，总能遇见美好。我和这台蔚来 ET5T 在一起呢，有990天了。我的旅行关键词：安心、任性。对于车的选择来说，最重要的是选择一台电车呢，是更加有科技感，既有颜值，整个的后备箱的空间又非常的适合我来使用，随时可以掏出相机去拍摄。整台车又非常舒适，我用镜头呢定格风景，我用蔚来呢奔赴每一场拍摄。我的旅行关键词是挑战。对于我来说，旅行就是不断去挑战。我自驾滑雪去过很多地方，有崇礼、新疆，还有东北。慢慢会觉得滑雪不只是此次旅行的终点，而一次次出发才会让你在过程中看到更多可能。自从上锁之后，我才真正意识到城市骑行的硬伤，一上锁就解锁，一上锁就解锁。于是乎，买一台旅行车的念头就彻底的定了下来。后来 ET5T 一出，大空间旅行版完美契合我的审美和需求，果断拿下。2排放倒，空间规整，还添置了单车架，想放里面放上面都可以，不用别人帮忙，女孩子都可以自己把单车放好。我的旅行关键词是自在，随时出发，自由自在，把生活骑进风里。今天呢，我们也特别高兴地邀请到了2位我们5系列的车主朋友到现场，让我们一起欢迎冯子云和户外女明星婷婷。Hello， 大家好。我先给大家做一下介绍哈。子云呢是我们 ET5T 冠军版的车主，是，同时也是骑行社区的博主。我刷到过很多你的内容啊，特别是今年年初的那一条，当时我印象中你是开着5T 的冠军版，对，从深圳
到了阿勒泰，还带着你的小柴犬一起。是的。你的视频里面有一句话让我印象特别的深刻，说如果你要去到很远的地方，那么车窗就是你的画框。对，哇，感觉特别的有向往感。欢迎紫云。那这位呢是户外女明星婷婷，她是国家1级登山运动员，同时也玩攀岩、玩滑翔、滑雪、徒步、骑马等等等等各种户外啊，属于是户外运动的集大成者了。婷婷呢，去年应该是征服了穆士塔格峰，哇，特别了不起。我看到你在社媒上写到“穆士塔格，谢你风力，谢你接纳”，我觉得这句话非常像我们 ET5T 的车型精神，敬畏自然，但仍然要一往无前。两位车主是第一次参加我们的直播哈，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平常你们在生活当中的一些个人爱好，还有生活方式啊？请紫云先来。行，我平时比较喜欢骑车，一开始是1周至少有5天在家楼下转悠，然后后来慢慢的扩大转悠的半径，从5公里、10公里、20公里那样慢慢变得贪心了，想带着自行车去更远的地方。印象最深刻呢，就是从这个冬天开着 ET5T， 带着自行车和小狗，从深圳一路自驾到祖国最西北的白哈巴村。我住的民宿当时就在边境栅栏旁边，对面就是哈萨克斯坦。每天进出村子会经过那个驻疆的部队基地，对，这个时候就让我非常的感慨。驻疆部队，对，特别了不起，就是原来我真的以我最向往的方式来到了这么远的地方，真是非常让人羡慕的一段经历啊！身边有爱犬、爱车相伴，有时候远行本身就是远行的意义。对，那婷婷呢，是我自己认识的第一位登山运动员，大家应该和我一样好奇，那登山运动员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其实我的生活还挺简单的，就是要么在户外，要么就是在去户外的路上。因为户外对我来说呢，确实意义是不一样的，因为很多时候可能过程没有那么的热血，更多的是你要直面自己的脆弱和疲惫。所以它从来也不是什么所谓的这种征服，并不是简单的去征服。对对对，它更像是你自己跟自己单独相处了一段时间。也是，其实通过这些啊，我才明白，就是之所以我们会对这个户外运动上瘾，其实不是因为它有多刺激，是这种不张扬但一直向前的状态在吸引着我。我特别欣赏，就是专注的在做一件事情，然后不断的去迎接新的挑战。我觉得这是非常有魅力的，给你大大的点个赞。我们稍稍往回聊一聊哈。那我同样也特别好奇，那两位生活这么丰富多彩的朋友，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们看到并了解我们的 ET5T 的车型呢？其实我是带着旅行计划去买车的。就是先有旅行计划，然后为了这个旅行计划去买一台车。是的，是的，因为我希望我的旅行不再是我自己飞来飞去，而是能带着我的毛孩子和自行车一起，因为他们也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所以我非常需要一个从空间到安全感都非常合适的伙伴。然后轿车空间对我来说就不够从容，SUV 的话呢就感觉有点过于庞大了，所以旅行车对我来说是最好的选择。在选车的时候呢，其实我也没有纠结太久。对，因为想带着小狗去旅行，然后未来又有换电这个独一无二的优势。对，所以我觉得选择 ET5T 是一个既定的结果。对，其实我也是因为需要一直去户外嘛，要有户外的需求。对，所以我一直想选一台旅行车。然后我是通过朋友的口中，然后还有我自己上网上做了一些攻略，然后了解到 ET5T 这台车的。就是相比于传统的这个旅行车，它有更高的配置和体验。就是当时哈，我去那个线下展厅嘛，我就第一次看到这台车的时候，我就被它的这个造型设计给吸引住了，一眼就相中。对，而且它有非常多的这种个性化选择，就是非常适合我们年轻人。就是很深得我心。所以我觉得它不仅是一台车，就是也是我去户外的一个时尚单品。哇，时尚单品这个词儿我特别喜欢，有特别多的颜色和配置的组合，可以满足你各种个性化的需求。其实很多人和二位一样哈，喜欢上我们的产品呢，第一眼都是因为我们车型的设计。其实为什么说 ET5和 ET5T 设计的很漂亮、很好看，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词就是原创性。我们从成立的第一天开始呢，就是一家坚持原创设计的公司。原创的设计呢，会天生有一种由内而外的和谐感，包括我们车身的比例、车上的线条、各种颜色、材质，甚至是屏幕里面的交互的 UI， 都是出自同一套的这个设计原则和产品意图。
这种一致性呢，能够给人带来一种非常自洽、很有秩序感的美感。我们来看看旁边的 ET5哈，车头部位的 X Bar、Double Dash 的日间行车灯这些原创的标志性设计，能够让人远远的一眼就认出它来。ET5 车侧的每一条线条都有视觉上的一种延伸，车顶向下溜背的线条和侧面突出的肩线向后延伸，在尾部自然的交汇，然后形成了一个上翘的标志性的鸭尾，非常的简洁又有力量。紫云，你对 ET5 的设计怎么看？因为平时我是比较喜欢骑车嘛，所以我从侧面去看这个车的线条的时候，我第一感觉就是很像公路车气动车架的一个感觉。对，因为感觉都是结合了空气动力学的设计。对，特别是车身尾部的鸭尾设计，让气流都贴着车身平顺的滑走，就感觉车手在前面破风前行。对，因为我们一群车友出去骑车的时候，就会有破风手在前面，然后我就非常喜欢跟在他后面，因为那样可以保留我自己的体力，然后让我自己的续航可以翻倍。子瑜，你说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重点，不论是自行车还是汽车啊，空气动力学处理的比较好的车，通常它的样子都会比较好看啊，这是一种功能和美学上的一种和谐统一。那我们再来看看旁边的这台 ET5T， 大家口中的最美旅行车。旅行车这种车身的形态呢，它可以非常好的兼顾优雅的姿态和更加充裕的空间，它也是车主们去户外运动、自驾旅行的完美搭子。你看 ET5T 的尾部设计很有特点啊，非常的饱满有力，经常有车主说下车之后会忍不住回头多看几眼，我不知道二位是不是这样？确实是的，因为我自己就开 ET5T 嘛，就是我在选车上哈有2点就是比较在意的，一个就是它长途不累，因为我需要去户外，经常要开几百公里，开得比较远，对，所以它需要你不会越开越疲惫，需要很舒适，然后再有一个就是这个对我非常重要，就是它的储物空间，它能不能装东西，因为我去户外有很多的装备，像雪板啊、登山包啊这些，就是它这个空间需要都能放得下，还有一个就是它这个开口非常低，就是我一个女生搬上搬下的就会非常方便，自己就能搞定。这也是个挺重要的点啊，不管是我们的后备箱还是车顶的储物空间，对于各种身材的这个用户来说，都是可及性非常好。确实，是的。因为总体来说，我觉得它其实不是某一个场景的车，是你怎么用它都能去配合你去实现。是的，ET5T 确实是一个可以适合各种使用场景的座驾。哎，婷婷，我想问一下，你平常出门开车的时候，是更习惯自己开，还是使用一些辅助驾驶的功能呢？那我肯定经常是需要使用智能驾驶了。对了，我还发现我们今天的这2台车上边已经有小蓝灯了。是的啊，这次我们在26款的双5车型上标配了辅助驾驶指示灯，它可以随着你的智驾功能开启来显示你的驾驶状态。同时呢，它这个设计也给整车会增添一份科技感。那2位都是我们现款的5系列车主哈，也不用担心。如果喜欢我们这个智驾小蓝灯，我们后续也会在车商城推出这个后装的方案。哦，太好了，太好了，就是增加了这个小蓝灯，我觉得在路上的话，可以让更多的人感受到未来的这个智能驾驶的实力啊。智能驾驶。对，上线之后我第一时间一定要把它装上。好的。对了，航哥，就是我刚刚一直在看这台 ET5T，我就发现它是一个全新的一个车漆的颜色，对吗？是的。因为我之前在选购的时候就发现它的车漆的选择非常的多，然后看得我选择困难症都犯了。然后我发现这个车漆在现场看特别的有质感，而且很深邃。它是之前都没有的风格吗？其实不仅是这个车漆啊，旁边整个这一台车都有一定的来头啊。它是我们在2026款上全新推出的特别版车型，我们把它叫做自然奇境特别版啊，是我们的一个全新上线的特别版车型。我们还是说回到这个设计的原创性啊，我们所有的设计都是有具体的来源的。那么自然奇境版它的设计灵感呢，是来自于我们从5年前就开始进行的一个项目，叫做它的全名有点长啊，叫做青朗国家公园生态共建计划，也叫 Clean Parks。那 Clean Parks 呢，主要是利用我们在清洁能源领域的技术和一些优势，和合作伙伴一起来保护各个自然栖息地。截止今年呢，我们已经助力了全球18个项目地的国家公园建设。那太有意义了。是的，对。那我们这一次的特别版呢，有2个主题，一个是雪山，一个是森林。那我们旁边这台呢，其实就是森林主题。
我们现场呢也准备了2个主题的分别的一些色板和材质的卡片啊，来借着这个卡片的装置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首先最容易看到的就是这个绿色，我们的星辰绿的车身色，它整体的感觉呢是比较纯粹、比较深邃的啊，而且呢它有一个特点是在不同的光线环境下会呈现出很不一样的质感，在暗光环境下呢，会有一种深入密林的神秘感。那阳光下呢，又能感受到绿色珠光的光影变换。其实好看的颜色啊，我们说它并不是片刻的灵感，这个颜色是比较艺术性的一个东西。但是呢，汽车上的颜色开发却是一个比较严肃认真的一个工程开发的过程。分享几个小数字，那我们这款星辰绿的颜色，它有7层的车漆结构，它在实验室的颜色的开发时长超过了7000个小时，这么久？是的，这样才能达到整车的最优的色彩一致性。同时呢，它还经历了超过3000个小时的各种环境测试，保证它能够在不同的温度环境下、不同的光照环境下，能够保持历久弥新的漂亮。很用心啊，确实，我现场看这个星辰绿的颜色真的很好看，它在这个布光下面就是层次非常的明显。是的，是的。那紫云，我看你一直看这个绿色，你是很喜欢绿色吗？是的，是的，我还蛮喜欢绿色的，因为我对绿色的第一印象就是很有生命力，就是无论在休闲还是户外的穿搭上，我都非常喜欢用绿色，它让我感觉非常的亲近自然。说实话，我看到这台车的时候就很想把它往森林里开。对，因为我想象了一下，我带着我的小狗，然后把后座放平，然后有个超大的天幕，然后就可以看到那些树影婆娑的感觉。我听明白了，反正不管你去到哪儿，都得带上你的小狗。没错没错，然后听着虫鸣鸟叫，就感觉哇，生活不过尔。真的太有感觉了。就是其实我一直也很喜欢这种绿色系的，因为我觉得这种色系其实它不是在表达你很好看，而是在表达你可以走出去。是一种态度。对，就是你。我可能是因为天天在户外啊，就是我对这个颜色就是会比较敏感，因为对我来说呢，就是它不是一种设计，是生活，是自然本身。像我平时穿搭其实也会选这种色系，因为我很多户外的装备啊也都是这个色系。在山里呢，就是这种色系其实是最和谐的，而且这个颜色它有一个好处，就是你怎么看它都不会腻，就是越看越顺眼的那种感觉。所以当我第一次看到这个 ET5T 这个星辰绿的时候，我就觉得它挺对路的。这2位说起绿色来都是滔滔不绝啊，有很多故事要分享。那我们讲完外观呢，我们也来看看车内的颜色和材质。自然奇境版的森林主题内饰色是松绿，就是这一条哈，松绿搭配雪绒白。松绿的主题色彩呢，我们采用的是通音痛，也就是同样的一个颜色，但是这个浓淡会有一些区分和过渡。是的，它比较自然的一个过渡呢，让你感觉好像是在薄雾萦绕的森林里面啊，配合这个雪绒白的安全带，还有座椅缝线。是的啊，每次坐在里面呢，都会感觉一种来自自然的这种宁静感。跟我刚刚说的画面搭上了。是的啊，我们的出发点也是这样的。是的。那这里还准备了特别版的我们的一些材质哈，我们比如说这个是我们的座椅材质，是一个 microfiber 的材质。摸一下。然后呢，这个是我们的方向盘，方向盘也是松绿的方向盘，外面的包覆呢是 Alcantara 的材质。2位可以感觉一下。摸起来感觉咋样？是的，非常的舒服。我记得我那个冠军版，它就是这个，不好意思。microfiber。对。它就是这个材质，是的，然后非常的亲肤，然后摸起来就非常的干爽舒适。对，我经常骑完车，然后回到车里休息的时候，它就是这种舒服的感觉。是的，它是一个很环保的，然后舒适度特别高的一个面料。其实不仅是座椅哈，我感受了一下这个方向盘，这个方向盘它的这个握感很强，不滑手。而且据我了解啊，就是这个。这个材质对，Alcantara 啊，它这个材质是很多豪车上边使用的。是的，特别是一些运动型的车型，因为它可以给你带来更好的握感和摩擦力。对，确实，就这个东西你不一定说能用一句什么怎么好啊，它去形容，就是你上手你就会觉得它是更精致的这种感觉。是的，好，来我们把材料放一放。我们刚才聊了挺多这个关于颜色和材质的内容哈，其实，在自然奇境版上还有一些细节上的改变，跟普通版不太一样的地方。
那我们要不接下来就来到车旁边，我们来一起找一找啊，有哪些好不太一样的地方。哦，它这个 Moon Park 的部分是不是颜色更深啊？因为我那个冠军版上好像更浅一点点，是不是？哦，对，你的冠军版上也是有 Moon Pack。对。然后这次呢，我们是专门把 Moon Pack 升级到了 Moon Pack 3.0。那它的整个颜色会更深邃一些，更有金属的质感。然后整车装饰上这个 Moon Pack 3.0也会更有运动感。确实确实，哎，还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啊，这我可看到了，就是这个轮毂，是吧？是的，这是我们在自然奇境版上标配的，也是专属的多幅风域轮圈。它的灵感其实是来自于我们这个秘境中的山峰。你看这个每一个轮毂其实都是山峰的形状。然后在山峰之中呢，又有一个银白色的卡钳，其实是山间的积雪，是不是特别有画面感？适合我，就是在林间、在山间去穿梭、向前不断探索的那种感觉。哇，那这个拉花的设计是不是也是这个意思？对，我们车侧的这个拉花呢，上面是有一个我们 CleanParks 的 logo。那这个拉花呢，我们会在这个自然奇境版用户交付之后，我们会以券的形式。用户可以选择后续来预约我们的这个 SO Team 来进行一个贴装。它是贴上去的。是的。就可以选择。是的，可以选择。是自然奇境版才有的吗？对，自然奇境版的一个标志性的侧面拉花，专属的。是的。我再看看还有什么啊？哎，这个。小脚印啊，好可爱啊！看，好可爱。这个好像是很特别的一个标志。对，这个小爪印是不是挺生动的，在车头啊？它其实来自于我们保护的栖息地的雪豹。这次其实有很多雪豹的一些印记在我们车上，包括我们车头的前风挡，包括我们车内的遮阳板。大家可以看一下，遮阳板里面也有这些小的雪豹的脚印，这些小的很生动的点缀。是的，是的，也是我们女生的芳心。养宠人也是这个版型的专属啊。哎，那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那我们这个车上这么多小巧思，而且还有很多这个可以 DIY 的这个东西哈，就是那我们是不是自己也可以 DIY？可以的。其实我们特别多5系列的车主都会。做一些 DIY 的装饰，把自己的车呢装点的与众不同一些。那这一次我们自然奇境版上也专门准备了2个很有意思的小贴纸啊，上面对，这就是刚才说的这个雪豹。好可爱雪豹的一些可爱的动作，包括白色的斑点是雪豹身上的斑点我觉得2位可以试着贴一贴。我们车上有2个位置，其实都挺适合贴的。一个是前面拉花的这个位置，一个是旅行车专属的后3角窗的这个位置。2位可以贴一贴，发挥一下自己的 DIY。可以，现在可以贴一下啊。好的。哇，哎呀，这何尝不是一只可爱的那这回我贴上之后，是不是别人就能离远看出来是我了？对，每个人贴的不一样，好可爱呀！我们来看一下2位的创作哈。我喜欢。我喜欢这些小爪印，好可爱。太可爱了，小猫咪好像哦。是的，也是个猫科动物。是的。要是也能够有一些好喜欢雪豹小宠物、小狗狗的有多好。很 Q 呢。还给它装了个尾巴。是的，是的。好的，以后就是有了这些小小的巧思、小小的 DIY 了之后呢，我们再看到这个车就知道这个车是来自于谁的了。是。婷婷，我看你出门应该还是非常多的哈，开车出门的经验特别的多。那在出门的时候，应该有很多的时间要待在车里面。那你在车里面有哪些比较在意的功能或者体验呢？像我因为经常去户外运动嘛，一出去就是一整天，所以中途休息的时候，我是希望能在车里去好好享受和放松一下的。所以进入到一个可以就是那种属于自己的一个空间，然后比如说我可以沉浸式的看电影啊，这种感觉。其实现在很多年轻的我们5系列的车主，我们跟他们交流的时候，他们会说。5系列的车不单单是一个出行工具，他们更把它当做一个独处的空间，还有个词儿叫精神自留地，上升高度了。我觉得有这样的用户需求，我们也一定要去好好的满足舱内的一些交互，包括我们的屏幕所以今天呢，我也特别邀请到了我的同事，我们的数字空间体验专家蒋浩，来给大家一起来分享这方面的信息。紫云可以先休息一下，好。
Hello， 蒋浩。Hello。哇，我们的帅哥同事。哎，谢谢航哥。来，蒋浩给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是蒋浩，然后我负责未来座舱内整个人机交互的产品定义。那尤其呢是为大家在车内提供高品质的屏幕和好用的一个交互体验。那像今天呢，这边也为大家带来一个这个对比的台架。来，这是一个对比台架，屏幕的对比台架。看起来好高级啊。好，婷婷可以看一下。然后呢，介绍一下哈，这个右边呢，这是我们双5的一个15.6寸 OLED 的中控屏。那左边呢是一个行业常规的 LCD 的一个中控屏。那在这里呢，就考一下婷婷哈，你能够看出这俩有什么区别吗？这个区别也太明显了吧？因为我觉得右边的这个就是明显黑边更窄，看起来更精致啊。就是像我平时挑旗舰手机一样，就是我会看重它的颜值，就是它边框的宽窄是我还比较重要的一个挑选的一个标准嘛，颜值控。就这个黑边窄框的这种，我就觉得更高级。是的，这个毕竟颜值即正义哈。那我们这个双5的中控屏呢，确实就是做到了行业一个最顶尖的窄边框设计。我们最窄的一个黑边呢，只有5.5毫米，整体的一个屏占比呢，也高达91%。那再加上它这个10毫米的一个超薄的厚度，这就相当于我们把一块顶级的旗舰平板镶嵌到了我们的车里。那这背后的一个技术门槛其实非常高。好。然后你再看看，你觉得还有哪些区别？还有哪些区别？看看哦，这里嘛，就是因为我发现它这里是一个就是大圆角，就是好像跟我看的其他的这种车机好像不太一样的，因为这个弧度很大很圆润，对，跟我们就是车里的那个内饰感觉风格很搭。是。你眼睛很尖哈，对的。那这个呢，其实这是我们这块屏最独特的一个设计，我们叫行业唯一一个物理切割的一个大圆角。那这个的圆角弧度呢，也是我们精心设计过的。它向外是直接呼应整个内饰的一个造型曲线，而向内呢是完美契合我们 UI 界面的一个圆角，从而真正实现了数字与内饰和谐统一的美学。那像咱们平常常说，就是在车内我们要有高级感，对吧？那像高级感其实就是体现在这样的一个细节当中。确实，就是它让我想到了这个 iPad Pro 的一个设计，就很精致，每一个细节都非常的考究。然后我发现他们俩的这个画质好像也是有很大的一个区别的。就右边的这个呢，就是明显能看出来它的这个壁纸啊是空间感更强、更深邃的。然后左边的这个呢，看起来就很平，就有一种3D 和2D 对比的这种感觉，就像我们平时出去户外拍摄视频啊，常说的这种对比度差点意思啊。是的。因为我们这块屏的这个显示素质啊，它也是行业顶尖，它是一个3K 分辨率的超高清的 OLED 屏，可以说是同级唯一。因为像一般的车载屏幕呢，我们都是 LCD 的屏，就像右边那块，它的对比度呢是很低的。而我们呢是采用了行业最贵苹果同款的一个双层 OLED 的技术，对比度呢是普通 LCD 屏的1000倍。哇！而且 OLED 的特点啊，就是像素自发光。那它可以做到呢，就是让你的画面整个的暗部它是完全黑的，而亮部呢可以亮得非常的纯净，从而让整个画面你看起来是非常的通透和清晰的。然后这里给大家看一个小彩蛋哈。哇！大家有没有感觉这个雪豹？对，它就非常的鲜活。对，好逼真，就有一种裸眼3D 的感觉。是的，确实是这样。那尤其像你在这种户外旅行，然后夜间开车的时候，你看这块屏幕呢，它就会非常的舒服，而且看信息是完全的不刺眼的。确实没错。而且除了对比度啊，我觉得这2块的颜色上面好像也有很大的区别。就是右边的这个颜色看着好像更鲜亮一些，左边的这个看起来就是颜色泛白灰灰的那种感觉。对，是这样的。因为呢，我们的这个屏幕啊，是做到了100%的 P3 的色域，以及原生10比特的一个色深。那这代表什么呢？这代表它能够显示出来的颜色数量，这块屏幕是普通 LCD 屏幕的64倍。哇！色彩非常饱满，过渡也会非常的自然，并且呢，它能够支持杜比世界的 HDR 的效果，所以它最终能够呈现出来的，就是你在观影的时候，
你能够看到它整个画质都会非常的有质感。那是不是说我就可以在车里体验到在电影院看电影的感觉了？哎，没错没错，就是你总结这个非常的对。它这个屏幕呢，能够真正还原一个影院级的视觉效果，那丝毫不亚于一个这种旗舰级的消费电子产品。那确实，就是像我平时使用东西哈，就是会考虑的比较实际一些。就比如说屏幕的话，其实我是觉得它不是越大越好的，就太大的话，就反而会觉得有点分散注意力。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在这种夜间开车的一个场景。这个其实是挺重要的，就是我更在意的是它是不是在一个比较平衡的一个点上，就是你用的时候，它能给你一个很沉浸的体验，但又不会打扰你开车，就这种分寸感是很重要的。没错，你总结的非常到位，是的。总结的特别的好。说到沉浸的数字座舱啊，我们不仅有一块优秀的中控屏，在双5车型上还有同级唯一的能够实现超过1600万种色彩搭配的光幕式氛围灯。以及全系标配的7.1.4的沉浸式音响系统，可以说是多维度的去呈现声光电完美融合的感官享受。那也在此谢谢蒋浩和团队一起打造的多感官沉浸座舱。蒋浩可以休息一下，好，谢谢。那一个有温度的座舱呢，不仅要有非常顶尖的科技配置，没错，还有一点特别重要，就是要怎么做都舒适。怎么做都舒适的乘坐体验，我们今天呢也特别邀请到了我们双5车型的体验经理来给大家讲一讲充满细节与巧思的座椅。有请彭林上台。Hello， 彭林。Hello。来给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啊，我是蔚来5系产品体验经理刘彭林。大家都知道啊，就是在我们的座舱当中呢，其实我们接触时间最长的就是座椅。所以一套舒适的座椅是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我们的双5的座椅呢，就是采用的这样一种入座柔软、久坐舒适的这个黄金标准来进行打造的。入座要柔软，是的。久坐呢不累。哇，这个要求很高啊。简简单单的8个字，其实是黄金的准则。没错。那首先呢，是我们的整体的结构，我们采用的是和ET9同源的这样一个11层的舒适结构。我们5系列其实用的是跟我们的旗舰车型同源的11层的座椅舒适结构，这一点非常重要。是的，而且呢，我们今天也特意准备了一些样件，让我来带大家一起逐一的拆解一下，我们到底是怎样做到入座柔软，同时久坐还不累的。我相信提到入座柔软，大家坐在座椅上肯定首先感受到的就是这样一层哪怕的真皮。婷老师，你可以来感受一下它的柔软度。它很舒服，就很亲肤、很软的那种，就直接跟皮肤接触。是的，我们未来的哪怕真皮的标准呢，可以说是优中选优。我们的整体的柔软度标准呢，是比行业的平均水平还要再高9.3%。哦，这么高？是的，这也就代表的其实。哪怕真皮的原料里面，只有大概不到40%的原料是能够达到我们的标准的。然后同时呢，我们也相信，确实只有这样一个很高的标准，才实现了我们今天所感受到的这种极致柔软丝滑的触感。对，确实，它给我的感觉就是软而不塌，触感非常非常细腻。是的，就一摸就知道什么是真皮的那种好质感。我了解到，就是其实很多高端的包包和家具都是使用了这种皮料。是的，对，触感确实是很亲肤。是的。然后，当然了，要做到入座柔软呢，除了这一层非常柔软的哪怕真皮之外呢，还要靠我们的另外一个设计，就是真皮下面的这样一层蔚来首创的 New Air 的海绵复合层。那大家可能会有疑问哈，这不就是一层海绵吗？对呀。把它做软有什么难度吗？那确实，如果只是单纯的把这一层材质做软是没有任何难度的。但是如果它既要柔软，同时呢，它的座椅乘风的体验又要非常好，那就非常难了。我这里呢也带了2个样件，这个是我们行业传统采用的2种材质。婷婷老师，你可以先试一下第一种。这个是海绵吗？感觉有点硬。是的，它是一种3D mesh 的结构。你可以看到它的孔隙率确实是非常的高，所以它的通风效果确实非然的好。但是呢，它的柔软度就相对会差一些。对，确实不太软。是这样的话，我们坐在座椅上的第一感觉，你就会感觉比较硬。对。然后我这边还有另外一种材质，你可以试一下。这是海绵，这个好软。对的。但是这么软，感觉会不会塌呀？或者是？是的，就是
它就是普通的海绵，它确实非常的柔软，就像你刚刚说的。但是呢，你也可以看到它的孔隙率是比较低的，就造成你坐在这个座椅上呢，它的通风效果就会急剧的下降。它都团成一团了。是的。那我们未来所采用的这样一种未来首创的 New Air 的海绵复合层呢，它采用的是一种非常独特的发泡工艺，可以看到它的孔隙率是非常非常高的。确实。是，而且整体呢，它的柔软度也是很高的。哇。哎，那它这岂不就是鱼和熊掌可以兼得吗？没错，我们其实是最后靠这样一种独特的材料，做到了既有普通海绵的柔软度，同时呢，它的通风的效果也是比普通海绵要高2倍的。哇，对，这是科技啊！是的，就这样就真正的做到了入座的时候非常非常的柔软，同时夏天乘坐的时候，它的座椅通风的效果又非常的好。当然了，我们也都知道，座椅肯定也不是越软越好嘛。啊，那确实。对，然后尤其是长时间乘坐下，座椅的支撑性能同样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接下来呢，就不得不提另外一种独特的材质，那就是我们的超高弹性的一个舒适海绵层。这么多层。是的，然后首先呢，这个材质的厚度是非常非常高的。我这里呢也带了一把尺子，我们也可以一起量一下。看来是有所准备啊。是的，我们可以看一下。看，然后大概是有20毫米的厚度，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厚的厚度。对，同时呢，它的回弹性能也是比普通的海绵要高40%的。是吗？我这样讲你可能感受不到。然后，所以今天我们特意准备了这样一个小的弹性测试的一个小实验，让我们来一起让大家更直观的感受一下，就是不同的海绵它的弹性到底有多大的差异。对，确实是很想了解一下，究竟是什么样的差异呢？是的，然后我们通过这样一个实验呢，来控制我们的金属小球在同一个高度落到我们的海绵上。那它弹起的越高呢，就自然代表着我们的海绵的回小球在同一个高度落到我们的海绵上。那它弹起的越高呢，就自然代表着我们的海绵的回弹。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黑色的海绵呢，就是我们行业普遍采用的一种普通材质的海绵。我们这个白色的海绵呢，就是我刚刚给大家展示的，我们采用的这种一种超高弹性的海绵。那我们接下来就先试普通海绵，怎么样？好呀。那我就把普通海绵放到我们的设备上。好的，然后是把这个小球放在这里是吗？是的。OK，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它的回弹高度。哎，它是看到没有？这里属于回弹高度吗？是的。那如果大家没看清，我们再来一次，要不？好呀。再来一次。好。看一下啊。确实是。大概是50%的位置，对吧？好呀。那接下来我们试一下我们的超高弹性的海绵，好吧？我很好奇啊，它究竟有什么区别？那我们就来揭晓。看到没有？哎，确实是高了很多，大概在这里吧。它大概是在70%到80%的高度。那我们再来一次。再来一次，为了公平起见。对，为了证明我们的严谨性和我们的科学性。放好了吗？好。那我们再来一次，再来一次。一直这样。确实。是的。它弹起的会高很多哎。是的，我相信呢，通过这样一个实验呢，大家也能更直观的感受到，就是我们的这个超高弹性海绵，它的回弹力呢是比普通海绵要高非常非常多的。当然了。就是回到大家实际的乘坐体验中，我们也不是说像今天实验的这样，为了把大家弹起来，对吧？其实我们这个超高弹性海绵，它最大的作用呢，就是在我们身体把它压线的之后呢，可以提供一个非常充分且持久的支撑力。这样的话，就做到了我们的久坐不累的一个效果。那确实，因为我平时在户外嘛，其实很在意这种身体状态的。就这个座椅给我的感觉，就不是那种一坐下去就很塌的感觉，就反而有点像，就是，我们户外经常接触的那种高端跑鞋，也是一层一层的，就是它有结构在，能撑住，是慢慢把你拖住的那种，让你能一直保持在一个就比较稳定的一个状态。是的。就这个对我来说还是很重要的，因为很多时候你是要坐在那里很久的。是的，当然了，为了要做到久坐不累的效果，单单靠我们的超高弹性海绵也肯定是远远不够的。对，我们还有一个独特的设计，那就是我们的独特的设计。是的，我们的2段式的坐垫的设计。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侧面，盛阳老师也可以给一下我们这个特写的镜头哈。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个是我们的腿部的位置，这个是我们的臀部的位置。对。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的臀部的后方的这个位置和靠背连接的这个地方呢，它有一层额外的一层结构，这个就是我们的2段式的坐垫结构。那我们传统的这种1段式的坐垫呢，它是没有这样一套结构的。可以给大家打一个比方，对，就是相当于是一个人体坐在我们的手背上面，因为大家可以理解我们的坐垫是有一个向上的倾角的。那会滑呀？是的，所以我们的身体会一直存在一个向下向后滑的这么一个趋势。很累的。对，这种不稳定的支撑结构呢，是影响长时间乘坐的舒适性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怪不得。对，那我们这种2段式的坐垫呢，其实相当于是额外的给我们的臀部提供了一个向上和向前的支撑。它就像我们的身体坐在我们的手掌里面，它可以提供一个从臀部到膝部的一个非常连续且非常非常充分的支撑。原来是这样子啊！是的，真的是，哎呀，我今天真是了解了很多很多这个特别多的这个科技啊，就没想到它一个座椅要分这么多层。是的。对，就是进入这个1梯5梯的座舱呢，就是给我这种非常放松的感觉。而且我还注意到一点啊，就是我在刚开1梯5梯的时候，就是它不像新车会有很大的皮革的那种味道。是的，没错。我们蔚来在健康座舱上也确实下了真功夫。我们不仅仅是行业首批获得零甲醛认证的车型，同时呢，我们的挥发性有机物的测试结果也是远远的低于国家标准的。而且在这里呢，我也想额外的给大家再介绍一下，我们的双无车型其实也搭载了我们同级领先的3重的净化系统，它包含我们的 AQS 空气净化系统，我们的CN95滤芯以及我们的 PM2.5的净化系统。它其实是不仅仅可以实现3分钟就可以高效的净化我们车内的空气，同时呢，它还对于比如说像大肠杆菌啊等等常见的致病菌群，有着高达99.9%的杀菌率。这么高级？是的，而且对于像流感病毒之类的病毒，也有着高达99.9%的灭活率。而且还有，它还对花粉啊、柳絮啊等等常见的过敏原物质也有着高达99.9%的过滤效果。天哪，这也太贴心了吧！是的，就是尤其像对于这个花粉过敏的群体啊，和我们养毛孩子的群体，真的非常的实用、非常好用的功能，在座舱内就能让我感受到这种亲近自然的感觉了。谢谢彭林的介绍，真是特别的详细啊！我来帮你再总结一下。好，我们11层的坐垫结构有不同的材质，各司其职。是的。同时呢，我们的2段式的坐垫设计啊，可以说是把用户捧在手心来呵护。还有包括车内的这个健康的这些标准和设计。可以保护你的家人，甚至你的毛孩子都能在车里面既健康又安全的有一种享受。那双5的座椅呢，不仅是真正做到了我们那8个字哈，入座柔软，久坐不累，而且呢，通风、加热、按摩座椅等舒适配置也全部拉满。刚才有提到的 Napa， 还有我们包括通风按摩的视享套装，在我们26款车型上都会标配。好，那感谢2位，可以稍微休息一下。好，谢谢。好，再请上我们的1T5T冠军版车主、户外达人子云。Hello， 子云。Hello， 航哥又见面了。我们继续聊聊户外哈。在去做户外骑行、滑雪这些运动之前，你一定会做非常完备的准备工作。是啊，能不能介绍一下这方面的一些内容？一般只是在家附近骑车的话呢，我一般会带一个简单的小腰包，就相对简单一些。是的，装纸巾啊，或者是一些处理小伤口的药品，或者是手机啊这样子的东西。对，如果是长途骑行的话，我会准备好骑行装备，就比如说骑行头盔、骑行服、骑行手套、骑行眼镜这种。对，另外就是做好物理跟化学的双重防晒。双重防晒。对对。这个就是你戴这个防晒面罩的样子哈。没错，所以防晒面罩也是我户外骑行的一个重要的单品之一。对。后面还有一张图啊，这个是露营的装备是吗？是的，是的，这是我上次去露营2天2晚带的装备。哇。对，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帐篷啊、防潮垫啊、冲锋衣啊、充电宝啊、食品啊、补给类的东西。对，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帐篷跟防潮垫还有帐篷都是那种我们保障休息的一个东西。露营保障。对，因为第2天我们还要继续徒步嘛。是的。对，然后冲锋衣、徒步鞋是我们徒步的基础。
对，水跟食物是我们生命的一个基本的需求。然后可以看到就是有充电宝跟防晒用品，是我身心的关键。特别厉害，这个我自己也是露营爱好者，但是我还没有到2天2夜的那个水平上。可以试一下，这个可以参考一下。刚刚你提到了挺多这个防晒的啊，是的，这个双重防晒。其实，在我们车里面，在行车过程当中，虽然我们不会说直接暴露在阳光下，但是车辆如果没有做好全方位的防晒隔热的保护的话呢，包括紫外线、红外线，依然会对我们的皮肤造成损伤。是。这里也特别跟大家分享介绍一下，我们的双5车型呢，采用了全方位的防晒隔热设计，它的前风挡玻璃和天窗采用了双层镀银玻璃。隔绝了99.9%的紫外线和90%以上的红外线。难怪我家小狗以前坐在副驾的时候，它很怕晒，它一晒它就会跑到我后面去。然后我一开始还不懂为什么，然后后来才知道，换了1T5T之后，它会在那个副驾晒背了。它就不怕晒了。对，所以我才知道原来它是怕那种红外线的灼烧感。我是第一次听说毛孩子也会怕晒啊。没错。也是学到了。那除此以外呢，我们还调研发现哈，其实我们年轻用户最头疼的，除了我们的车顶和前风挡以外，最头疼的一个场景呢是侧窗的防晒。对。因为我们很多用户呢会高频率的去开车通勤，是。那上下班的时候呢，正好又是阳光的照射角度偏低的时候，而侧窗呢正好是离我们身体最近的地方。对。侧窗的防晒啊，一直是在行业里面比较困扰的难题，大家做好的不多。我们在双5车型上呢，我们的前侧窗玻璃里面特别加入了红外线阻隔夹层，这是同级唯一的配置，隔绝紫外线99.9%，红外线的隔绝力呢也达到了90.4%。我们可以说是实现了同级最强的侧窗防晒隔热。那真的是戳中我们用户的痛点了。我们今天特别也在现场准备了一个红外线的测试仪，要不我们就在实车上来测一测。好呀。这个红外线的隔热效果到底如何？来，我们把这个仪器稍微挪一下。那我来举这个红外子仪。好，子云你来帮忙，行，当一个小太阳来照射一下哈。OK。然后我手里面拿到的呢是一个红外线的感应仪，那当它感应到红外线热量的时候，就会开始转动。来，我蹲下来，保证它是水平的。好，可以转一下，可以离得再近一点，不用晒黑我哈，不用怕。我怕你没有涂防晒。好，可以看到。它在转。对，它在转动。好，现在我们把车窗给升起来。它马上就停了。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啊。是的。这就是我们红外线阻隔层的一个非常明显、非常直接的效果。所以它这也是防晒的一个功能。是的。这样的话，我们在车里面是有车来帮我们做全副武装，不用自己再来做额外的一些防护。那意思就是我再也不用戴防晒面罩和冰袖了。至少在我们的车里面不需要。那太好了，因为我觉得在车里就应该是一种舒服的、自在的状态。是的。有了防晒这么棒的车哈，大家可以开着它放心的去到各种远方。太好了。我们也有一个发现，就是我们双5用户特别喜欢远行，特别喜欢开车开特别远的路，是不是子云你也是这样？是的，是的。我去年9月份提的车，然后11月份就开着5T 去长途自驾了。然后开了2个月，然后开了2个月。对。这是你的全程。是的。哇塞。然后累计下来估计有个小1万的公里。1万公里也是算我们的车陪着你行万里路了。是的，是的。当时我是带着自行车和小狗从深圳开到阿勒泰地区，然后在阿勒泰地区又开到了禾木村和祖国最西北的白哈巴村，然后在白哈巴村直接就能看到哈萨克斯坦的土地了。对。开了那么远，我想一定是在路上会遇到一些小小的一些挑战，有没有遇到一些比较有挑战的路况？是的，因为之前开1T5T去新疆的时候，除了高速，还会经历很长的国道，还有非铺装路面的一些冰雪的路面。对。然后1T5T在这些极端的环境，然后不同的路况下面都能够从容的应对。对，这个时候就感觉4驱真的太有用了。是的。是的。除了我们标配的双电机智能4驱以外，双5车型上还标配了前后5连杆的运动悬架，高性能的4活塞定钳。还有包括我们的 CDC 动态阻尼悬架控制系统，这一整套的高配置的悬架系统可以非常好的去平衡我们的操控体验，还有驾乘的舒适性。
确实，我在长途的一个自驾中就感觉我们车上有非常多的一个驾驶的模式。对，我开车经过大西北的时候，一些非铺装的路面，我就会选择沙地模式。沙地模式。对，然后到阿勒泰地区的时候，那些都是冰雪路面，我就会切换到雪地模式。这里不得不提一下，就是雪地模式，我用了之后真的非常有感触。是不是很安心？对，因为我是南方人，然后我从来没有在冰雪路面开过车，然后去之前还是挺忐忑的。对，在网上做了很多功课，就觉得说，哎呀，会不会有危险啊？大家都侧翻啊，各种就还蛮担心的。然后去到之后呢，我就会。就是慢慢点刹，因为按照网上的一些教程，对，然后但是还是会遇到一些岸边路面，就不得不就是它会侧滑一下，但是开了这个雪地模式，就是 Nomi 对这个侧滑的响应非常的快，就是它会很快的帮我把它掰正回来，对，然后就让我整个自驾又能回到正路上，然后再轻轻的点刹，那样就是一路平安的把我护送到了禾木。哇，特别好！刚才提到了一些不同的驾驶模式，那从容安全的去帮助你应对各种的路况。是，这恰恰就是我们智能电动车的优势。特别多从油车转到电动车，特别从油车转到我们蔚来车型的朋友，都会有这样的感触。那我们在5系列车型上呢，提供了5种基础的驾驶模式，它分别对应不同的加速的体验，以及呢5种场景模式，能够帮助你在刚才提到的沙地、雪地、湿滑路面、拖挂等等等等特殊的场景，去提升你的安全性和易用性。是的，我就是靠着5种模式平安的进入了禾木村，到达禾木村。是的，我可以非常自信的说，就是我这辆车在禾木村里面的回头率是最高的。因为我当时就是看到很多大哥他会走到路中间，然后给我竖大拇指。他说：“哇，你顶着一个 ET5T， 然后还顶着一个越壁牌，你真的太牛了。”特别好，一个旅行车越壁牌的旅行车能够开到禾木，确实是够一往无前的。我们车上其实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功能，叫做 EP Mode，它能够帮助你更加的去释放驾驶激情。我不知道子云你有没有用过这个功能？我有用过。我第一次用的时候呢，是在公路上，然后当时是红灯，然后我就想说，突然闪过这个词，我就想说我要试一下，因为之前销售介绍过，我就想说试一下，然后我就打开了，然后绿灯之后呢，我开的时候声浪特别的大，然后有一种很强的推背感，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想一定要约上好友去跑山，然后之后我就约了朋友去跑山，然后发现他还能像个领航员一样。就是它能够预知一些弯道，以及提醒我一些肉眼没有察觉到的一些小危险，超视距的一些情况。是的，是的，是的。所以那次我们就玩得特别尽兴。是的，其实刚才有说到哈，安全是愉悦体验的根本保证。在未来我们有一句话一直都记在心里，叫做每一点安全的提升都值得全力以赴。没错，所以我当时选 ET5T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车友上看到他们的分享，就是他说，我们的 ET5T 是公路坦克。公路坦克。对，就是这个评论对我们这种经常要长途自驾的人来说，真的是带来很大很大的安全感。公路坦克这个词儿我也看到过，这是算是用户给我们的美称哈。但是回到专业的领域来说呢，我们确实蔚来 ET5呢是最先同时获得了 ENCAP 最优成绩和中保研最优评级的，我们叫做安全双冠王车型。蔚来的 ET5呢是在2023年，我们作为首款挑战 ENCAP 最严新规的车型，而且是全球首款，并且获得了最高分。我们在挑战的那一年，当年也是拿到了年度总榜的第1。那真的很值得点一个赞。是的，是参加当年测试的所有车型里面的成绩第1。现在呢，3年过去了，蔚来 ET5仍然是在成员保护得分上以96%继续稳居第1，独占鳌头啊！所以我们不仅是全球车型，更有非常严格、非常全面的安全开发标准，也是全球统一的安全配置标准。在安全上，我们绝不减配，这才是我们对用户真正的负责。听完你的讲解，我真的觉得我越来越选对车了，真的是。对了，航哥，就是现在安全的东西大家都还蛮关注的，所以我还想多了解一下。是的，其实安全成绩真的是来之不易，这里面有特别多我们的工程师的聪明才智，还有汗水，所以今天我们也特别请到了2位我的安全方面的专家同事啊，请他们来跟大家一起分享 ET5和 ET5T 的安全。
好的，各位小伙伴们，欢迎回来，这边是 New 未来的官方品牌直播间，我是未来官方品牌的主持人 Juicy。那也是谢谢航哥和我们的嘉宾团队呢，今天给我们带到非常精彩以及深度的关于我们的 ET5T， 包括像我们5系车型带来非常精彩的一个升级内容的讲解。其实我们这边呢也是给了大家自然骑行版的发布，我相信很多的网友和 New 的小伙伴们也是迫不及待的，看到呢我们新的一个限定款的车型，给大家带到非常多的升级和诚意，也是算给大家呈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那当然了，大家都说你汽车这个外部设计的再美观、再细节，驾乘体验感再强，当然也逃不过大家最关心的话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安全永远是最大的豪华。所以今天我们移步到这个主会场的现场，我们也是请到了嘉宾团队。首先呢，也是要请出大家非常熟悉的关于我们5系整车的一个安全结构的专家，让我们欢迎朱老师。Hello， 大家好，我是朱挺，然后负责我们5系的碰撞安全结构开发工作。我们欢迎朱老师。另外一位大家都知道，其实安全嘛也是离不开内外兼修啊。除了我们整个安全架构的部分呢，我们整个被动安全在约束系统方面也非常的重要。所以我身边呢就是我们约束系统的专家，让我们欢迎 Jeffrey 老师，欢迎你。大家好，我是5系未来负责约束产品的负责人黄家浩。那让我们再次欢迎2位嘉宾老师。那我们身边的这台白车身，大家呢也可以猜一下是我们哪个车型的白车身呢？其实也不用过多赘述了当然就是我们5系 ET5的白车身。对，为什么今天会搬到我们现场来呢？我们其实也很想请朱老师来给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因为都说安全是最大的豪华嘛。那安全体系方面其实有分什么呢？平时的使用场景说低速、高速都会覆盖到。是的。那低速是为了什么？高速又是为了什么呢？朱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那我们碰撞安全呢，低速我们的目标是撞了以后好维修。那么如果是发生高速的这种事故的话，那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要保安全一定是安全。是的。这是双向维度的。对。就维护成本和我们极大的这个在碰撞角度下面，到底是不是安全能够做到最大的保障？是的。那么说到低速碰撞呢，那么我们 ET5的白车身在前端的这一块的设计，在低速碰撞的时候，主要是由我们的防撞梁和吸能盒进行一个抵抗碰撞，然后我们的吸能盒防撞梁系统通过牺牲自己把碰撞力卸载，进而呢保护我们的后车身骨架能够免受伤害。那么在维修的时候呢，可以把这些螺栓松动，然后取下来换到新的，就可以进行一个维修。那么我们的低速碰撞呢，主要是靠我们的吸能盒防撞梁系统。对，所以大家发现嘛，外部这个钢筋结构是非常重要的，包括它整个底骨包括细节的一个架构支撑嘛，也是决定了外部的刚性，包括像我们整个在安全碰撞角度方面，你的扭曲刚度做的怎么样啊？它的韧性怎么样，都是极大的体现了外在的一个结构。那我听说就是我们在车辆发生极度的碰撞的情况下，是不是我们低速情况，它安全气囊好像不会弹出？Jeffrey 老师。是的，有这样说法吗？其实，在这种低速碰撞工况中我们车里的气囊和安全带它是不会点的，也就是不会炸出来。可以这么理解因为刚才朱老师已经讲过我们的车头了，车头结构呢已经足够的强劲，同时也足够的灵活，它足以应对我们这种低速碰撞下的安全了。因此呢，我们的安全气囊不点爆，其实也是有一种防止过度维修的考量在里面的。就是点题了。相对于说低速，因为维护成本方面也是做到极大考量的。对的，并且这个时候车身已经足够保护我们的安全了。就没必要了嘛。对，没必要了，是的，是的。这个点也做得非常好。那另外一点，很多小伙伴们就会问了那我低速情况下维护成本，我的使用成本做到保障了，那我高速下如果是发生激烈的碰撞，我的安全是不是能够做到最大程度上生命的保障呢？朱老师。对，那么如果我们发生这个高速碰撞的话，那么大多数的这个正面碰撞的事故主要是依靠我们的吸能盒防撞梁，然后再加上我们这个尺寸比较大的纵梁去溃缩吸能，然后就可以卸掉大部分的这样的一个碰撞力。那么其实呢，有一种特别刁钻的这样的一个碰撞，它在发生的时候呢，只有车头很窄的一部分去和障碍物撞击，那么这样的撞击呢，就避开了我们的吸能盒和这个纵梁结构，没有了充分的吸能。那这个时候我们的 ET5还能不能硬扛住伤害呢？那回答肯定是可以的。那么我们的这个 ET5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的 ET5的 A 柱以及门槛去硬扛住这样的一个碰撞。那 ET5的 A 柱的内外骨骼都采用这种超强钢来打造，其中它的外骨骼呢
是超过了1500兆帕的这样的热成型钢板。那么在内外骨骼中间，我们再去增加一些加强结构，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 A 柱的强度就非常非常的高。是。那么有了一个 A 柱的这个高强度以后，那么我们的门槛也是需要这种特别强的强度来支撑。我们的门槛是采用的是铝合金这样的一个结构，然后呢，它的截面尺寸其实也是比较大的。那么这边呢，其实只是一半，还有一半呢，这藏在里面了。那中间这些加强筋又进一步的去把这个结构的强度提升。这样的话呢，我们有了一个强的 A 柱，也有了一个强的门槛，再用巴克螺栓把它们连接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强强联合的趋势。非常强的一个强强联合啊。对，是的。那么有了这样的一些强强联合的结构，我们的这个 ET5在这个中保研的这个小偏置碰撞里面就拿到了非常好的成绩。那么我们的成绩呢是拿到了最高评级 G。对。那我们这个 G 呢和这个一般的 G 可是还不一样。其实通过这上面的图片，大家可以看到，那么 ET5的整个门框是几乎没有什么变形的。可以看到同样是 G， 我们 ET5的门框和别的门框的形状是显然是不一样的。对对对，是的。所以说呢，我们每一年其实外在的一个标准嘛，包括国标也好 ，CNCAP、EuroCAP， 包括像是中保研的测试，这些只是在我们行业标定上面的一个基础。就好比说优等生和及格生，但是未来品牌的一向都是不满足于说自己只是达标60分而已。所以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我们是要100分才算是及格的标准。考100分是因为试卷只有100分，是不是我们的上限啊？没错。那另外我想问一下，大家都了解了外部的整个强行装的一个结构嘛？那它其实在内在的话，是不是有一个考量的标准？我要怎么样，比如说保证成员在内在的一个安全呢 ？Jeffrey 老师。那么其实像朱老师刚才讲到的这种小面积碰撞啊，其实大家也听到过了，就是小偏嘛。这种碰撞环境下呢，因为撞击面积比较小，所以车辆在撞击时候容易发生一个偏转。因为撞的时候它是歪着撞。对，歪着撞的，所以车会这样转过来。那么车一转，我们人在车内的滑动其实也是这么一个斜向滑动，那它的头呢就会脱离我们传统气囊的一个保护范围了。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对于正面气囊和侧面气囊都做了一个针对性的强化。那我们可以先看主驾这边啊。可以看到我们的气帘在常规的头部乘坐区以外呢，往前做了一个延伸。这个延伸呢，会使得它和我们的主驾气囊形成这么一个包围式的环抱式的一个保护区域啊。这个保护区域呢，就可以在我们小偏的过程中呢，使我们的主驾成员的头可以稳稳的接住，而不是滑出去。我明白了，就是因为我们其实在不同路况下，包括像很多的一些工况嘛，不同的角度，你其实冲撞的力度，它的强压其实也不一样的。那这个维度我发现是左侧方，它很细节的，并不是说只是单向的一个维度去测试。是的。所以环抱的一个支撑，让我们能够做到更好维度的一个底部的给到我们一个安全的保障。是的。同时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副驾驶这边的气囊啊。我们在副驾驶气囊这边呢，其实也有一个两边凸出来的结构啊。这两个凸出来的结构呢，我们称之为胡尔式导流结构。这个胡尔式导流结构呢，就可以对我们的副驾驶成员在碰撞发生滑移的时候呢，也做一个稳稳的支撑，用侧边的胡尔来接住它，防止我们副驾的成员呢撞到我们车内饰，产生一个额外伤害啊。这也是有独立设计的啊。对，大家发现没有，就是座座 VIP， 座座都安全嘛。是的，是的。主副驾驶每个成员舱内都尽可能的做到极大的保护，所以这点大家可以完全放心的。那另外，我们其实刚刚也有说到整个乘客在座舱内的一个安全。那我们其实又发生在另外一个场景下，极端的非常恶劣的场景，就可能会发生砰一下非常激烈的碰撞。那这个时候会不会可能我们整个车身它是有明显剧烈的晃动？或者是我们在顶压部分给整个车的车顶上造成一个强大的压力，那这个时间怎么办呢？朱老师。朱老师啊。那么其实刚刚我们描述的这样的一种事故类型就是如果车辆发生这个翻滚的情况，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在翻滚的过程当中，这个车头狠狠地砸到了地面上，那么如果这个车头的强度不够，发生了塌陷。那么我们这个后果是那不敢想象啊，所以，那么我们 ET5针对这样的一些事故类型也做了非常强的这个防护。首先呢，就是我们这一段这个车顶边梁，我们采用了这个超过2米的这样的一个热成型高强钢，把它放到里面去进行一个加强，一体式的啊。对，那么这是第一道。那么第二道呢，就是我们的这个 B 柱了。B 柱呢，我们内外板的这种骨骼都是采用这种特别强的这种又坚劲韧性的高强钢，同时在这个 B 柱里面，我们还要塞上去一个特别强的一个给大家递上道具是的。那么这样的一个结构呢，它是放在这个 B 柱里边的，大家看不到。
它呢也是采用这个1500兆帕的热成型钢进行打造，同时呢，为了让它的重量更轻，我们把受力小的地方把它减薄，受力大的地方呢就让它做厚，同时再加上一些细节的优化，让它每一层的材料都发挥它应有的这样的一个贡献。所以是一个多维度的一个设计，对，既考虑了安全，同时考量轻量化等等目标啊。是的，所以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结构设计的它达到的效果是什么呢？那么我们的中保研呀，它也会去有一项测试，去测试这个车顶的强度。那么我们 ET5呢，它所获得的成绩呢是这个中保研有史以来测得所有轿车里面的第1名。第1名。是的，是的。对。那么这样的一个成绩呢，其实是大概3年多前就已经取得了。那么到现在，其实这个 ET5还是这样这一项记录的保持者。守累3年啊。是。守累3年。因为其实大家发现这个标准呢，尤其是在这个恒定的市场上面的标准，其实不断在精进的，到现在是越来越难。但是呢，为什么说我们说守雷成功？是因为我们未来品牌也是对自己的就是行业之上的一个高标准的要求去严苛把关的，所以安全大家可以永远放心。接下来问题又来了，刚刚有说到这个车顶的一个压力嘛。对吧？它在整个可能说侧翻或者说整个翻滚的情况下造成的一个车身的压力。那我看到其实有延展到外面一个侧气帘的部分，是不是在内舱也能够做到一些安全的一个防护呢？当然是有的啊。那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个侧气帘呢，除了常规我们所说的充气区域啊，也就是我们现在填充给大家展示的这个区域之外呢，我们侧气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指标，就是保压。这个保压其实就是持续保持我们气帘啊内部的充气压力。它的作用呢，就是应对刚才提到的一些，比如说侧翻呐、或者翻滚工况。那我们的 ET5呢，可以在碰撞之后6秒啊，依然可以最大维持到初始性能的70%。70%。那我想问一下，你刚刚说这个持续的这个保压嘛，它大概时长是多少呢？有这个恒定的标准？刚刚有说到是的，我们要求是6秒。这个6秒呢，其实也是安全法规通过大数据分析之后啊，它足以覆盖我们各种各样的侧翻甚至翻滚场景之下的一个时长。所以说，在这个基础之上的话，你可以尽可能保证到，哪怕说这个侧翻滚时间，就不担心说我长时间在里面还有受损的一个情况。完全不会有。在这个时间内，因为我们产生侧翻跟翻滚之后，我们的车源头可能随着车会这样摆动，实时的保护住了。那我们这个气帘在这段时间内呢，一直会有一个非常足够的压力，来保护我们的头，防止撞出去等等工况。是的。那么这个标准呢，我们其实超出了国标要求的40%。远超国标了已经。超国标是的。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对，那另外一点，我发现，因为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整个车的一个侧身嘛，那其实侧面我觉得它面积挺大的。那我会想到一个场景，说平时开车，你可能在一些十字路口的地方或者一些拐角处嘛，突然很想碰一下子车就出来了。它会不会发生比如侧面很激烈的一些碰撞的情况？对，是的，其实这一类事故，朱老师讲一下啊。是的，其实这一类的事故也挺多的，就是像你刚刚描述的。那么针对这样的一种车身侧面受到撞击的情况呢，我们的这个ENCAP 还有这个中保研呢，也都有这个测试项目。我们直接来看成绩单吧。用成绩来说话。对。那么我们的这个 ET5 在 ENCAP 的侧碰里面也直接拿到了满分这样的一个成绩，在中保研的侧碰里面呢，也直接拿到了最高评级的这样的一个成绩。所以可以说我们的 ET5 侧面的防护啊，也是安全感满满。那比如说问题又来了哈，就是你旁边侧面去严重的撞击，那坐在里面的这个乘客的安全，比如说很多朋友担心说，我这个时候座椅气囊肯定是会有的嘛，那在座椅气囊弹出的这个基础之上，我们是不是还有别的一些安全的守护？当然有啊。其实呢，除了我们的座椅气囊之外呢，我不得不提我们的远端气囊。其实蔚来呢是我们国内首个配备远端气囊，并且一做就是标配的品牌啊。其实到现在为止呢，还会有些会把这个远端气囊作为一个差异化的竞争，但是在我们蔚来呢，我们这个远端气囊是在所有车型全系标配的，我们在安全是不打折的。安全不打折。那远端气囊我会不会担心说有些朋友会问，远端气囊是在什么样一个位置？它的作用是什么，对吧？我们能不能把它翻译成更加白话一点的这个？当然可以，让我们看一下对比啊。这个远端气囊呢，就是说在我们配备了远端气囊之后啊，如果说我们在发生侧碰的时候，
上面这个腔体可以像个枕头一样，把我们2个人的头部给接住。避免在侧碰的时候2个车员的头互相撞击，产生一个2次伤害。那如果没有配备远端气囊的话，我们的头就会直接撞击，产生一个2次伤害了。明白了。所以它也是说，比如说隔绝在我们主副驾驶中间的这个位置，那顾名思义嘛，远端其实跟中央气囊是一个概念。所以是的，其实就是在我们碰撞这一侧的座椅气囊的远的一侧。大家可以直观的理解，就是在我们中央的方向。所以有时候我们也会称它为中央气囊。中央气囊，对的。明白了。那像这个场景的话，其实也非常的多见，因为如果说你里面发生剧烈晃动或者怎么样，主副驾驶2个人其实头部啊很容易这样砰。安全整个隐患就大大的增加了。如果说其他的情况的话，是的，对，那这样一来，大家其实可以放心哈。对，还有什么呢？我看到有小伙伴们在问，那我各种的工况、各种的路况情况都有可能会发生。还有一种，比如说湿滑路面，对，那我车身肯定容易发生侧滑嘛，整个车子这样侧滑了，我会不会整个车身撞到柱子、石墩这些？我相信在很多北方的城市一定会有这样的场景出现的。对，那基于这种场景下，我们有什么解决方案？那么针对这样的一种场景呢，就是它是车子侧向滑动，然后呢撞到了一个树木啊、柱子啊、电线杆子啊等等的。那么它有一个特点呢，就是它的受力面积比较小，所以往往呢它可能会把我们的门槛呀撞一个坑啊。那么这样的一种情况呢，我们除了要保护成员以外呢，还要保护我们位于这个车地板下面的这个电池。电池对于新能源的保护是很重要的。非常重要。对。其实呀，在这个 eNCAP 的测试工况里面，它也有一个专门的工况来检查这一项。那么这个呢，就是 eNCAP 的柱碰。我们的这个 ET5啊，在柱碰里面这个测试里面也拿到了满分的成绩。当然了，就是我们 ET5给到电池的防护啊，可就不仅仅是考试的这一个位置了。那么我们 ET5实际上能够给大家的防护呢，是几乎是整个侧面，然后能够涵盖就整个电池包。那么每一个位置我们都给它进行了针对性的加强和优化，能够保证我们的电池，就是说它的一个安全性。就每一个位置、每一个细节我们都不会放过的。对，是全位置覆盖嘛？大家刚刚通过图片可以很显而易见的可以看到，每个位置的角度都不放过，所以你不用担心说只是一侧去做简单的测试通过而已。我们能够全方位达到你在肉眼可见的位置呢，其实都让我们安全荣誉做到更进一步的提升了。还有一个场景也非常多见哈，就是问题宝宝，就是比如说侧柱、侧碰啊，包括像一些我们小偏置，包括正向等等。那很多朋友会说追尾是不是也高发的情况？那追尾的话，我们有没有什么一些解决方案？对于我们整个车身的体系来说？那么追尾呢，实际上刚刚的那个航哥放的那个视频，其实大家已经看到了。那么我们在 ET5 开发的时候呢，我们尾部的这个防护啊，是按照这个全球最严苛的这样的一个后碰工况。全球最严苛，选了一个最难做的，我们做出来了。对，是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高的要求之下，我们的 ET5 在发生追尾的时候，也能够给到大家非常安心的防护。是的。那么目前这边呢，就是我们所有关于安全性能体系方面的一个守护了。简而言之呢，就是我们整个内外兼修嘛，刚柔并济。然后内外对，其实不同的安全体系啊，包括它整个车身架构、用料到里边的一个安全带、气囊等等，都是能够为大家全方面的得到更大安心的一个守护。那这部分就是我们的整个 ET5 系车型的一个摆车身摆到大家面前了。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把画面交给主会场，来听听航哥接下来有什么继续精彩内容给我们带来分享的。来，好，谢谢我们的专家在白车身旁边非常专业、非常细致的分享哈。其实双5车型呢，不仅有完善的被动安全保护，在全方位的安全上也是行业顶级的配置。我们标配了领先的智能安全辅助功能，可以提前去杜绝一些风险和隐患。但现在智能是趋势，但是像我们这种普通用户，其实对于这种高难度的技术有点难懂。有没有就是一些普通一点的、大白话一点的东西，可以让我们快速的去了解这个东西？可能讲配置或者讲一些参数有点太深奥了一点啊。那我们要不来看一个比较极端的场景吧？因为大家都知道，在日常行车的过程当中呢，尤其在高速上，如果突然遇到爆胎，是非常危险的。特别对于一些新手司机来说，会更不知所措。那双5车型上呢，标配了越级的高速爆胎安全控制功能，它可以通过标配的毫秒级胎压传感器来采集我们一旦有这个爆胎的情况啊，它的采样频率呢是传统传感器的32倍，可以在不超过0.3秒内感知到爆胎的发生。那我们一起来看一段测试的视频。好。
车轮爆胎，请小心控制方向，靠边停车。左侧车轮爆胎，请小心控制方向，靠边停车。哇，这个真的太厉害了，安心感拉满。刚才那个视频里面是2个非常极限的测试工况啊，我们可以看到 ET5不仅能够完成130公里每小时时速下面的直线双轮爆胎测试，而且它甚至挑战了难度更高的弯道爆胎测试，而且全部都安全顺利的通过。再次点一个大赞。因为其实我们去户外运动的时候，总会面临一些前路未知的一个情况。ET5的这种安全功能真的帮了我们，可以去大胆的去探索未知的领域。是的，对，可以很自信、从容的去享受自己的兴趣爱好，真的是一台在城市里开着好看，在野外开着放心的好车。好的，那么谢谢紫云，也可以稍微休息一下。今天我们分享了特别多的内容，从设计到舒适，从智能到驾控，再到安全。今天新发布的2026款双5车型，还有一些配置升级，让我来给大家再总结一下。首先是外观上，新增标配的智驾小蓝灯 ，Moon 设计套件也做了升级，带来更纯粹的哑光黑色质感。配置上标配视享套装 ，Napa 内饰套装为大家带来更加舒适的体验。一张图来总结一下2026款的 ET5， 超跑基因、科技美学一触即发。还有2026款的 ET5T， 原生设计，充满格调的旅行车，一往无前。以及今天带来的全新特别版车型自然奇境版，萃取雪山森林本色，将自然理念融入到我们的产品设计当中，带来一番别样的出行奇境。2026款 ET5、ET5T 整车购买价格29.8万元起，电池租用方案19万元起。2026款 ET5、ET5T 自然奇境特别版整车购买价格31万元起，电池租用方案20.2万元起。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的自然奇境特别版车型的价格仅需在普通版的基础上增加1.2万元，就能够享受到专属的内外饰颜色、20英寸专属轮毂和着色卡钳、Moon 外观套件等等10几项配置升级。与此同时，我们还为大家带来了诚意满满的购车礼遇。4月30日之前锁单，你将获得限时购车礼遇。首先，我们限时免费赠送价值3800元的超清流媒体内后视镜，以及限时的5折选装优惠。我们在 ET5、ET5T 上提供多种个性化的车身外观颜色、内饰主题选择，以及满足不同需求的各种选装搭配。现在只需要支付官方售价1半的价格，即可选择你中意的个性化配置。另外，我们还提供了7年超低息的金融方案，年化费率低至0.49%，这是全行业最低的年化费率。银行公贷零套路，随时提前还款，无需手续费。除此以外，100度电池租用购车的用户还可以享受首年电池月租付1赠1，租金立省6768元。最后，我们还赠送5年免费的全域联行辅助 NOP Plus 的使用权，帮助你解放精力，减少事故，轻松出行。选择自然奇境版的用户还可额外加享 New Life 自然奇境版专属提车礼一份。此外，我们仍然为用户提供周到的用车权益，包括10年不限里程的3电质保，6年或15万公里的整车质保，
6年免费车联网以及终身免费的道路救援。为了感谢老用户对我们的支持，我们也对老用户提供了专属的复购权益，欢迎大家再次选购。以上是蔚来2026款 ET5、ET5T 以及自然旗舰版的价格、上市权益的汇总，欢迎大家拍照、截屏、转发。今天，2026款 ET5和 ET5T 已经开启大订，欢迎大家到店试驾体验。你上次也带了，用得上吗？你手账做的这么详细啊？这样做不对吧？没关系，到了再说。帮我接一下。怎么样，这地方不错吧？太阳晒的，我想睡觉。哇，好大的雨！We draw close to nature, letting life unfold in nature beneath the canopy, where the ancient water saturates. 慢一点，letting life unfold in nature beneath the canopy, where the ancient water saturates. 这里有一辆 ET5哎，太阳出来了。对，今天天气好好。Place where dreams extend. On a road to steadily spread, every thorn becomes a friend. In the warmth of the sun, we find our journeys, and where every moment fuels the fire ahead. Burning bright in the darkness that once used to blind. On our journey, we leave the world behind. In every breath, our spirits start to climb. Homeward bound. 明天什么计划呀？明天再说吧。晚安，晚安。Seeking the answers to all where dreams are. 大家好，我是蔚来的曾文迪。截止到目前为止，蔚来 ES6 和 EC6 我们6系 SUV 已经累计交付超过40万了。从0到40万台，既是我们6系 SUV 的奋斗史，也是中国高端新能源的成长史。蔚来6系 SUV 一直是我们新能源赛道的开拓者。蔚来 ES6 是我们首个定位于高端中或者，蔚来 ES6 是我们首个定位于高端中型入。在过去的7年里，我们斩获了很多的行业认可。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我们6系 SUV 有非常多的用户，超过半数是来自于 BBA。那他们在体验完了传统的豪华品牌外，在新能源时代选择蔚来6系 SUV， 开启他们的下一段豪华之旅。再次感谢40万用户的选择，这不仅是里程碑上的数字，也是40万用户的陪伴和信任。每台6系 SUV 都是我们和它的连接，也为用户创造了数不清的记忆。那接下来我们有一段视频来看一下蔚来6系 SUV 在他们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嘿，还记得不？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你抢我蝴蝶结，你让我乐开了花，你眼光真不错，还有好磕的你俩，满编的3口之家。哎，满编的可不止3口。后来呢，我们一起为梦想早出晚归，顺手打包过日落，也遛娃，也啥都遛。我带你尝鲜，你也带我见过大世面。我们还一起偶遇亲兄弟，还被碰过瓷。我记得你还挺浪漫，会整活。你真的很细心，随时随地护我周全。我也不赖，全年无休保你平安。可是人生总有意外，我叫来的后盾还不错吧？再后来，你带我越浪越远，无所谓海拔，无所谓季节，无所谓里程，更无所谓温度，有路就行，甚至是欧洲。同城配送啊！我们满载而行，一起看星星，看日出，数不清的一起，梦明啊，谢谢你。数得清的40万个你。2026款的 ES6 和 EC6 是我们基于用户的反馈持续的精进和打磨。我们希望在下一个旅途中可以跟用户创造更多的连接，带来更多感动的故事。那接下来我们非常高兴今天可以听到车圈小师妹梦琪和我们一起来分享2026款的 ES6 和 EC6。Hello， 大家好，我是车圈小师妹梦琪，很高兴啊，今天在直播间和大家见面啊。那首先，我们先移动到 ES6 这边。好。如果说用几个形容词来描述我们的 ES6，我觉得是质感高级，然后另外呢，这一回我觉得更有力量感，更挺拔了。是的，其实我们在设计之初有个关键词叫做气场全开啊，其实特别来到它的车头，我们其实强化了它竖向线条的表达啊，包括大家可以看到的 ADB 的大灯以及进气格栅处，它的竖向线条都更加的凌厉，包括转角也会更加的锋利。所以其实整体的视觉啊，传达出来的就是更多的昂扬、自信，还有得体，我觉得哈。是的。我们在2026款的 ES6 上也推出了自然骑行版车型。那自然骑行版车型呢，它是以 Clean Parks 国家公园的户外元素为设计灵感的，来专属在2026款上去打造的。对，我刚刚在等待的时候，其实有看到 ET5T 上以森林为来源的这个绿色的主题，非常的好看。那这一台 ES6 它也是自然骑行版吗？是的，我们身边这一台 ES6 就是我们以雪山为灵感来源的白色主题。其实白色做起来挺难的，因为它很常见嘛。是的。然后要做的很出挑，需要一些细节。比如说，我看到像这个拉花，其实是特殊的一个定制。对，所以我们其实在车身的侧面增加了一个银白色的拉花。在增添精致感的同时，其实我们选择了竖向的设计，这样可以更好的去烘托 SUV 的这样一个挺拔的感觉。是。那这个轮毂也是新的。是的，这也是我们专属为自然骑行版设计的21英寸的多幅风域轮网。整个轮网的形状呢，来自于连绵的雪山，那包括后面的银白色的卡钳，它仿佛山间未化的积雪，那恰好就呼应了我们雪山的主题。这样表达我觉得很具象化啊，就是这个银色的卡钳，我觉得大家如果细看或者说实际到店看的话，它的感觉其实是很高级的。那接下来是不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内饰也有什么特殊的设计吗？对，其实在内饰上我们也带来了新的设计。我们采用的是珍珠背搭配玳瑁棕的这个内饰。要不上车看一下？不，这次为了方便直播间的小伙伴，我们特别采用了展具来做专属的展示。我们可以往前。看到啦。那这个座椅其实就是咱们 ES6 上直接搬下来的一样的座椅。是的。OK， 这个珍珠白其实我觉得一直都是大家，不光是我啊，就是大家都很喜欢的一个颜色，因为它整体传达的是比较柔和、很温柔且有质感的。
是的，我们其实在这次上特别选用了2种不同的材质来做拼接，这样的话在珍珠贝的颜色过渡上就更加自然，而且带来了一些层次不一样的变化。这个是一个什么材质？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对，这就是其实会跟人体的接触面积会更频繁。我们采用 microfiber 的材质包覆，这样的话就更加的柔软和细腻。因为夏天的时候，其实这儿是比较亲肤的。是的，是的。同时，我们其实在方向盘上，在外侧我们也采用了 Alcantara 的反麂皮材质。这个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一块我觉得手感摸起来很舒服。是的。可以想象一下，在转方向盘的时候，这一块还不错。那这个缝线也是特殊的一个定制吗？玳瑁棕。其实我们在珍珠贝的主题内饰下，我们也采用了玳瑁棕的一个点缀撞色。那大家可以看到的，一是您刚刚提到的这个缝线，同时还有这个 Kingparks 的专属 logo，以及我们的安全带。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到，它是采用了这样一个专属的玳瑁棕的配色。那这样的撞色设计呢，就会在视觉上呈现更好的惊喜感。就多了一些小的细节，包括我看到这个 Kingparks 的这个 logo， 它其实是做了刺绣的工艺，对吧？这个小小 logo 我们其实有超过大概3000针的刺绣。哇哦！同时采用了插针和包针的设计，这样的话它不仅摸起来非常细腻，同时它也非常坚固和耐用。就比如说，其实这一块是摩擦最频繁的，是的，我们和我们背部。那整个车上还有没有像这样的小的细节？是，其实我们在车身尾部，包括门槛处也有这样的专属 logo。其实我也有注意到，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就是在前挡风玻璃，然后还有这个遮阳板的区域，也藏了几只小雪豹的足迹，非常可爱。就是大家如果去店里看的话，可以留意一下。其实此时此刻，在我们直播的同时，自然旗舰版车型已经陆续到店了。所以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明天就去到牛屋来观看实车，赶快去看车，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小的彩蛋。那刚刚我们说的是 ES6， 接下来是不是要看一下我觉得颜值超高的 EC6？ 是，接下来就说一下在我心目中最美的轿牌 SUV EC6。那看 EC6 的话，我个人建议就是先从侧面开始看，看它的溜背。对，因为这是最美的角度。那它流畅优美的溜背线条，配合电动的尾翼，带来我觉得是未来最高的审美。那这一回是不是在静态的状态下，这个尾翼也可以打开了？是的，它可以根据你的需要自动设定，即便在静止环境下，它可以打开，就大大的满足了大家的情绪价值。对。接下来我们来看下车头的部分。就梦琪，不知道你能看出来在车头的部分，EC6 和 ES6 有什么差别吗？我觉得最大的差异啊，是不是在车灯？感觉好像是做了一些小小的调整，但是这个小小的调整给整一个车它带来一个不一样的气质和气场。是的，其实我们 EC6 的日间行车灯是采用双风式的 Double Dash 设计，就眉间藏风，隐有气势。在优雅的感知上也增添了一份力量感。其实你看啊，就是男生的视角和女生还是会有点不一样。你觉得像山峰，我倒是会觉得有点像猫的眼睛，就是它既有优雅神秘的那种气质，但又有一种蓄势待发的那种感觉。是的，说到 EC6，其实我们最近邀请了一位灵感大使，不知道梦琪有关注到吗？我当然知道，我是王安宇的粉丝。最近我其实也有看到，就是他在拍戏嘛，然后拍完下班的时候，他也是开了台 EC6，而且好像就是这个月辉银，对吧？是的，是的，就是王安宇他特意选择了我们身侧的这个月辉银作为他的外饰主题，那同时他也选择了智雪轮毂和木纹套件做一个搭配，这也是我们非常受欢迎的一个组合。也就是说，大家如果省心一点的话，就可以直接选同款。对的，对的。而且在2026款上，我们把大家最受欢迎的智雪轮毂也推出了熏黑设计。这样的话大家就可以同时选择高亮的设计和熏黑的设计。那就是其实这个熏黑的轮毂啊，配上漆灰橙的卡钳，我觉得是更多的是运动个性的风格。如果说要选银色的轮圈，我觉得会更高级一点。是的，是的。优雅，所以说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包括你选的车色来对应的个性化的选择。对，刚刚其实也提到了 Moon 套件。其实我们在 Moon 套件上，在2026款上也做了精细的升级，它的色调会更加的沉着，而且雅观质感会更加的考究。刚刚我看 logo 其实有注意到，我觉得未来的设计啊，就非常的细节，他们对于很多审美的要求是非常高的。我看这儿是又上了一个道具啊，我们接下来是不是要来看一看这个座椅了？是的，其实我们刚刚在说颜色嘛，其实在月辉云之外，其实我们 EC6在原色选择上也有非常多的多样化的选择。
我们这个是月辉银，是的。女生来说，其实我觉得非常喜欢的是绝紫啊，对，就是临近紫的外观颜色，然后再配上博腾紫的内饰颜色，就紫配紫，女生真的很难拒绝。我觉得相信你们在做调查的时候，是不是大部分女生可能会选这个颜色？对，这个绝紫的组合确实是女性车主非常心水的一个颜色。那作为男生的话，我可能也会推荐一下南极星蓝，还有就是更加柔和的星辉，也是非常受欢迎的颜色。就是因为 EC6的整体的颜值非常高，所以说其实可以传达出不同的风格，可塑性很强。如果说你选银色啊或者蓝色，都会有自己的这种感觉，大家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风格来选择。那刚才其实我也有看到 ET5T，还有咱们 ES6都有自然奇境版，我觉得那个星辰绿配 EC6应该会非常的好看。是的，我们也是这么考虑的。那所以我们在 EC6上也推出了2款不同的主题的自然奇境版。其中雪山主题的 EC6 纯粹高级，而森林主题的 EC6 深邃低调。OK， 好，那刚刚咱们聊的都是 ES6和 EC6的一个外观的设计，接下来就是咱们来聊一聊座舱了。其实我已经看到了，刚才我有说上来了一个椅子，今天的第2把椅子啦，朋友们。对，那在这里呈现的就是一个零重力座椅，我相信大家也非常熟悉了。未来在行业内也首先创造了女王副驾，也就是副驾零重力座椅。这一排椅子其实我也看到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因为女王副驾是您刚才说的嘛？对。但副驾的调节应该是在这一块儿，但是我发现这个座椅的调节是在这一块儿。是的。所以说它是主驾的。是的，它是主驾，你猜对了。所以在2026款上，我们就把副驾零重力搬到了主驾上，这样的话我们就实现了前排双零重力的这样一个座椅体验。问个问题，那副驾依旧是有的？依旧是有的。好，那也就说明我如果是一个人出行的时候，开车到服务区，如果说想要休息一下困打个盹儿，那我就不需要再移步到副驾，然后去休息了，就可以直接一键躺平。是的。是不是很方便？那其实零重力座椅，因为大家其实都很熟悉了啦，因为现在很多车都配备了这个功能。为什么今天还要特地的把这个零重力座椅拿上来跟我们要细细的解剖一下，是吗？因为在我的理解里面，把好的零重力它必须有3个要素，一个是舒适的环境角度，第2个是大范围的可调，第3个是一键触达。那说到环境角度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大概是125度，也就是人体躯干和大腿的角度。还有这里是膝盖角，就是你的大腿和小腿的位置，也是125度。那同时我们整个坐垫大家可以看起大概翘起了27度左右。所以双125度加27度的这样一个仰止角度，我们认为是最符合人体工学带来最好支撑的这样一个角度。其实这也是保证我们在休息的时候，如果是调到了零重力座椅的话，我们的膝盖和心脏是保持在一个水平线上。是的，是的。那这样的话，你就身体不需要紧绷，然后说还要肌肉发力就可以了。而且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体验过，其实有些如果这个腿部的位置支撑不够的话，其实是很有可能坐着坐着越来越往下出溜，就往下打滑。是的，所以其实我们在腿部的话，大家可以注意看这个腿托，我们其实可以有将近80度左右的调节，所以就可以极好的去应对你刚刚说到那个情况。包括也是因为它这儿角度足够，所以可以让你整体肌肉不发力，然后进入一个深度的休息，让大家有个更好的保障。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其实每个人的身形是不一样的，习惯也不一样。比如说我是比较瘦一点儿，你可能就比较壮实一点儿啊。包括我们喜欢的状态是不一样的。OK， 你回答我了，就是说你都可以调是吧？可以自定义的调。所以来到刚刚说到第2点，就是我认为它需要大范围的可调，这样的话就可以很好的去适应不同人的身材的情况啊，包括大家不同的一些休息的习惯。对。那这样的话就真的是躺平了。对，这样可以做到接近172度的这样一个角度。我相信应该满足绝大部分人的躺平的这样一个需求。那像腿托、坐垫，其实也是可以多角度可调的。是的，是的。包括头枕是不是也可以？所以我们整座椅是支持14项的可调，所以这样的话应该会肯定有一个角度是可以适应你的需求。明白。那我要怎么打开呢？除了车机上肯定是可以一键去按到的。对的。然后还有实体按键，其他的Hinomi。
是的，所以说我们可以通过实体按键，包括屏幕上的软按键，以及糯米一键触达，8秒就可以调整到你适应的位置，就保证了我们开启的便捷性。是的，让这件事情不要变得很复杂。我只要喊一声嗨 Nomi， 然后剩下就交给 Nomi， 我就负责躺平就好了。对，同时它在自动调节的同时，因为我们是电动的方向盘，所以在调节过程中它也会向上和向前，这样的话你腿部空间也还是会很不错。明白了。那说了这么多这个零重力座椅，你肯定要铺垫一点什么，是不是？对的，说了这么多零重力的好，其实我们也带来一个好消息，就是在4月30号之前选择购买2026款 ES6 的用户，我们可以免费赠送前排双零重力座椅。那当然，对于 EC6 的用户来说，因为 EC6 本身就标配了女王副驾，那我们也会赠送主驾零重力座椅。好。说个重点啊，就是4月30号之前，所以大家要抓紧了。然后第二个就是现在2个零重力座椅都可以送，是吧？是的。OK， 那接下来我们要说一说什么呢？说一说功能以外的一些小的设计了。因为我看到其实这边是有一个行缝，然后是这样子叶脉式的设计。是的，这也是一个我们专属的叶脉式的设计，它非常的漂亮。那同时其实还值得一提是在这样一个区域，我们采用了 Nappa 的覆盖。那全系 Nappa 的覆盖带来的好处就是它非常柔软和细腻。明白，就像刚才说的，夏天可能女生会穿一些短裙、短裤，是的，这一块更亲肤，然后你的乘坐的感受也会更好一点。对的。那接下来是不是还有后排有一个小桌板？对，其实我们来到座椅的后面，我们可以看到它其实有一个原生设计的一个小桌板，大家可以去选购。明白。那这个小桌板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说应用场景是非常多的。就比如说周末我要送娃去补习班。然后1个半小时的时间，你往返家里其实是比较不划算的，因为会比较浪费时间。然后我的常态呢，车里要放电脑，然后我就会打开电脑在停车场办公。就听起来非常的牛马。是很牛马，就是牛马。但是牛马的是我啊，就如果家庭用户，咱们其实是可以利用这个空间给娃创造一点更多的想象。比如说，你可以在这儿写写画画呀，看一下电视，休闲一下都是可以的。对，其实我们看到小桌板呢，因为有的时候座椅的角度不一样，它可能倾斜也不一样。那我们其实也设置了一键调拼的模式，不管是通过 Nomi 还是软按键，可以一键调到一个非常水平的位置来方便你使用。那就更便捷了。那这个是磁吸接口，对不对？对的。其实我们在2个前排座椅的后侧都有这个磁吸接口，可以支持灵活的拓展。那要不要咱们展示一下？这儿又上道具了。是的，其实我们在这个磁吸接口处，我们做了相当就是强吸力的这样一个设计。对，包括大家现在看到的可能就是 Pad。其实这个吸力我觉得很重要，就是像我们平时在路上可能会比较的颠簸嘛，那一个大吸力是可以足够的保证安全性的。是的，我觉得安全是第一维度最重要的。那你给我一个 Pad， 我给大家展示一下，来。好，就是大家可以在车上就看一看自己在追的剧啊等等的都可以了。那包括其实如果我在车上，我就未必会拿 Pad 了，我会拿这个化妆镜，你看它还是带柔光的这个补光的。所以说我因为经常会在路上频繁的赶这个拍摄嘛，之间呢我就会补个妆或者说化个妆，为了节省时间，这个我觉得就非常的好。比如说小桌板上我就可以放我的化妆品、化妆刷，然后这儿就可以对应的来补个妆，是不是女生应该会心动的？对，利用你的碎片时间来做一些化妆。是的。对，其实说到了椅背的磁吸接口之外，其实在262，哎呦嘿。OK， 其实，在2026款上，我们也增加了2处的磁吸接口，分别布置在前排的中央扶手的桥洞的前端，以及中央扶手的后端。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更方便来拓展一些使用。那包括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些我们原生开发的一些附件。这个墨镜盒其实就可以放在有规制的地方了。是的，是的。然后咱们也可以这样直接磁吸。你别说，就是我觉得未来的一些周边啊，它的质感真的做得非常好。包括这个指镜带，就也可以找到非常方便的位置。因为女生其实有时候东西，反正我挺多的，特别多小东西，但是其实没有一个
该给它的规制的地方。然后比如说我的餐巾纸有时候就放在后排，但是踩一脚刹车，好嘛，它就掉地上了，那其实还挺脏的。所以说这样的话，就每一个东西都有自己的收纳的空间和布置，我觉得是挺好的。好的，其实我们刚刚一直在聊的是前排的舒适，那其实，在2排上我们也在做持续的提升。对，因为对于一台 SUV 来说，其实2排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是的，那2排呢，其实它比较像个大沙发。那我认为大沙发最重要的就是它的宽度。对。那整个 ES6和 EC6都有非常宽的车内空间。所以我们把2排做到了1.5米的宽度。那这是一个同级领先的这样一个坐垫宽度。对，还有就是我经常会遇到的家里的常态，就因为我在开车嘛，然后车呢整体说句实话又是很安静的一个状态，然后他们可能有时候老人小孩不会在车上看手机什么的，对，可能坐着坐着他们就睡着了，然后头倒了。是我也会经常遇到这个情况，可能开了一段长途旅行之后，我是车内唯一还能说话的人，其他都已经在后排休息了。那所以我们其实来到2排的话，我们在纵向上看，我们也做了比较多的优化设计，包括头枕、靠背和坐垫的出门，我们都提供了更强有力的支撑。那说到头部的话，我们提供了290毫米的宽头枕，同时增加了15毫米的这个发泡，这样的话在左右支撑的角度上，还有支撑性上都会非常好。所以说大家睡着的时候就真的不会再倒了，是吧？那其他的就是关于背部的，因为背部我们本身也可以支持8度的电动调节，所以它最大可以做到125度的这样一个调节，这样的话轻轻松松搁优躺也完全不是问题。这个是你给大家创造的这个沙发的舒适性和空间嘛？对。但其实我还有一个习惯，就是我只要上车后排是有乘客的，老人小孩坐在后排，我就会直接打开这个后排尊享驾乘模式。我觉得这个是很细心的一个配置。对，其实2排尊享模式我们是特别为2排调教了一个舒适性。那在过坑坑坎坎的时候，它就会更加柔和，它的吸震会更加细腻，这样对2排舒适性就是一个提升。所以说，其实从这个悬架的维度，也为了2排的舒适做了一些特殊的标定。对的，是的。同时，我们2排还有一个便利进出模式，也就是当我们副驾假设没有坐人的时候，当你拉开2排。它的副驾会往前移动，这样的话，你2排进出的空间就会更加的宽裕，会比较的方便一点。是的，后排舒享呢？对，其实我们在这次2排也做了一个升级。那我们标配了后排舒享套装，也就是说，我们在后排把舒适体验也拉到了顶。这个是之前大家真的很纠结，说我很想要的一个配置。是的，因为是实打实的舒适嘛。那也就是说，现在要总结一下的话，就是全车前后排的主要座椅都有通风、加热和按摩功能，对不对？是的。那其实对未来来说呢，我们不仅关注用户有这个配置，我们其实也更关注这个配置带来的体验。所以今天也给大家带来一把特殊的椅子。我们看一下往前走，今天的第3把椅子啦，一定还是有一些更多的不一样的啊。这个就是拆解之后了，哎，说句实话，这个其实不多见，咱们这个可能普通消费者平时不太会体验到这样的一个状况。那这个就是加热丝了。对，我们可以看到加热丝在背部、坐垫和腿托处都有覆盖，加热丝的分布非常均匀，它可以支持3档可调，同时它可以3个区域分开控制。分开控制的意思就是，我腿托其实我不想它太烫、太热，但是我坐垫希望它更暖和一点，就可以分开调。对，哦，明白。然后除了加热之外，其实我们也有座椅的通风。对，我来给你演示一下。那其实我们配备了轴流式的电机，特别匹配了这样一些就是沟槽，这样的话它可以带来一个非常大的吸力。注意就是抓关键词是吸力，所以它是吸风，不是吹风。那这个道具就准备对了啊。吸风其实是比较直观的，因为吹风的话是往外吹的嘛，餐巾纸会掉。但是吸风的话，你看我怎么调，它都是会吸住的。对的。这个我觉得对于这个，比如说运动过后出汗。然后身上有汗嘛，如果是吹风的话，它其实不太友好，我觉得也不太养生啦。吸风的话，整体的体验会更好，更柔和一些。就吸风的话，它可能带来凉感，但是没有吹风的感觉。就更舒服一点，更舒服。接下来我就要来把它掀开了，看一下这个了。这是按摩的气带了。对，这是按摩的8个气带。对，其实也不是所有的靠背按摩都带8个气带的。
它的这个深度进深，我觉得还是比较是的深的。它每个气囊可以做到大概20到30毫米的这样一个凸起量，但整体叠加之后，它的凸起就会非常的明显。其实凸起的意思就是传递到我们这个后背的这个按摩的感受会更加强烈一点，更舒服一点。是的。说人话的话哈。OK， 好，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要看一下其他的一些东西了？我的理解就是。总结一下啊，我来总结一下，就是新的26款的 ES6 和 EC6，只要你现在下单，然后就可以获得的是一个座椅舒适体验，前排2个零重力座椅全给了，然后前后排的主要的座椅，通风、加热、按摩全部都给了。是的，梦琪理解非常正确。那其实就不需要再选任何了。基本不需要。对。舒适体验完全拉满。好，那刚刚我们看的是 ES6的这个座椅解读啦。我觉得回到我们的 EC6的产品上，也想听一听文迪，就是在你这个做这一台车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我们不知道的背后的小故事可以分享一下？对，其实刚刚说了 ES6的，包括 EC6的座椅，那其实想问一下梦琪，在你出行过程中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生活习惯或携带的物品？那可太多了，就是我平时会放化妆包。然后会放双开车的球鞋，然后还有这个遮阳伞，戴面罩。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女生那种面罩，然后冰袖，就防晒霜，全部都会放在车上。那听起来，梦琪你好像带了非常多跟防晒相关的物品。那这里。来考一考，你知道防晒具体防的是什么吗？那我可太知道了，2个维度吧。就是女生其实最担心的是晒黑和晒伤，这个其实是紫外线，所以咱们要防的是紫外线。然后还有个，就比如说夏天我们上了车之后会发现车内特别的热，对，这个其实我们要是防红外线，就隔绝大部分的热量，还不错吧？感觉回答非常准确，是一个物理非常好的够。其实我们在蔚来 EC6也做到了360度的这个防晒和隔热。那不论是车辆的前窗，包括侧窗，我们都采用了双层的这个玻璃。那再比如车侧和天幕，我们都特地增加了红外线阻隔层。那整车可以做到紫外线防护超过99.9%，那红外线阻隔也达到超过90.4%。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坐在车里的话，就不需要再去戴什么面罩呀，然后额外的去为它涂个防晒霜啊等等的，可以真的做到防晒。但是哈，你说这个90%，然后99.9%，其实还是比较抽象的，大家不太好直观的理解。那么咱们上道具，对，做实验。好的，那这边呢是一个大功率的红外线发射器，然后呢这个是一个测量仪。那我们移动到车边，我把它打开哈。好嘞。嚯，好热。对，可以通过你的手就可以直观的感受到这个红外的这个功率。那我们利用这个车辆的侧窗来做一个设计。好，我现在已经把这个红外仪点开了，那我们来看一下它有大概多少的这样一个热度。它正在持续的增加。你可以给它点时间，会越来越高。好，现在大概是在1500左右。好的，那我们就以这个为一个基点，稍微我们再来试一下啊。好的，那此时此刻我们把它给升起来。这是咱们拿实车去做的测试了，对的，最直观了。大家可以看到，它现在就只有109了。那隔绝率超过1000多和100多的区别。是的，隔绝率超过92.2%。这就很直观了。那也就是说，其实夏天这个车，比如说我们上班开到停车场，然后晒了一天，我下车，车内也还可以隔绝很大的热量。是的。好的。那刚刚梦琪提到的就是还有另外一个东西，紫外线。其实我们今天也准备了设备，这是一个紫外线的发射灯，然后我把它打开给到你。我举着。然后我们今天可以来试下前挡风。好。那前挡风的地方的话，我们先看一下它现在有多少。它在非常迅速的上升，现在快到2万了。好的，那我们就以这个2万左右作为一个基准线。那我们来以同样的距离来到我们的车窗后。我贴得近一点啊，严苛一点。好的。那我找一个合适的地方把它停下来。好嘞。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只剩余0.8了。这么低？对，所以它的隔绝是接近100%。
那其实就真的是防晒，因为其实我们平时，一般大家其实消费者买车之后还是会去贴个膜的，但贴个膜第一个是为了防晒，但是它会偏深一点。是的。它影响我这个看后视镜等等的安全性啊，包括说我还得再花钱嘛。是的。但是现在不光是可以省钱。同时，它的通透性也非常好，兼顾了，原车就配备了。那刚刚咱们说的是全方位的嘛？全方位，我们说了这个侧窗，然后说了前挡，是不是？接下来要说一下天幕有没有什么？其实，在 EC6上，在行业内比较早的就用上了智能调光天幕。那其实它可以支持明暗的4档可调。我们在前面也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模式，这是我们最暗的情况。这个就是车上的天幕了。是的。然后调到最暗，我给大家看一下啊。我的手在这儿啊，放进去之后，对，几乎看不到，就真的是看不到了。那这个是最暗的那一档。对，我们把它叫为隐私模式。所以说你看，它其实不光是隔热，然后防晒，它还兼顾了很多用户所需要的隐私保护，也是做到了。没有想到，就是全车防晒、隔热、防护的这个基础上，还做了那么多精细化的考量啊。我们今天也是在直播间用这样的很直观的方式做实验，让大家更加直观的感受到说，这个防晒隔热的效果确实是不错。是的，所以今天非常感谢梦琪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和大家一起分享6系 SUV 的产品实力。那就请梦琪先做休息。好，谢谢。好，谢谢。那其实春节前夕呢，蔚来也发布了 C 代 S140的版本，其中我们对智能辅助驾驶的体验做了进一步的升级。这次我们在2026款上，我们也标配了大家熟知的小蓝灯，它就位于我两侧的外后视镜处。可以实时的显示我们的智能驾驶状态，体现科技感的同时也有氛围感。当然，智能辅助驾驶体验的持续升级，离不开我们拥有强大的硬件。所以今天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智能硬件传感器的专家龚晓宁，来一起为大家分享蔚来6系 SUV 29个智能传感器的强大之处。小宁你好。小宁好。大家好。那29个高性能的感知硬件，包括激光雷达、4D 毫米波雷达，也包括摄像头。那其实很多网友也会问啊，好像10年前我们在车上并不需要这么多传感器，那为什么现在却需要了 ？OK， 开车的时候呢，驾驶员需要长期的保持他的注意力，但是人总有分心的时候，而且容易受到外界的光线呢，还有一些环境类似天气的干扰因此呢，我们的系统需要能得到一套可以覆盖全向、全时还有全场景的一支感知系统，单一的传感器呢很难实现以上的3点，所以我们采取了多种传感器融合，然后呢各自发挥自己的长处这种手段来实现。理解了，就像我和艾米去林芝的时候，在高海拔的地方，它的强光就会非常明显。那当我们进出隧道的时候，变化又非常剧烈，这样的话对人眼就是非常的不友好。是的。那这个时候我们的智能辅助硬件是怎么来帮助我们的？对。和人眼遇到的困境类似，这也是摄像头系统比较典型的一种受限场景。在有强烈的这种明暗交替的环境下呢，比如夜间对面的车辆开着远光灯，或者我们出隧道的时候遇到逆光场景，会短暂的导致致盲。在这种场景下呢，无论是摄像头还是人眼，有可能都没有办法识别到它视野里面的障碍物。而我们的激光雷达，由于它的发射跟接收波段是远离可见光波段的，它是对这种外界的可见光可以做到很好的一个排除它的干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依旧可以准确的识别到、探测到前方的目标。不过在林芝这种高海拔情况下开车的人肯定是少数。那我相信大家其实更多关心的是上下班通勤，那个时候的人流和车流都非常多。那我们是怎么来应对的？那我就以个人举例来说一下上下班通勤的这个场景吧。我时常加班会到晚上，然后开车回家的路上，这时候整个那个路上的照明其实是比较差的。然后你关注的很多物体呢，它其实隐藏在暗处，整个人的反应都会慢一拍。假如这个时候呢有行人穿过那你无论是人眼呢还是摄像头，对于这种鬼探头场景呢，都很难去做到一个及时的识别。而激光雷达它不受到暗光场景的影响，配合上我们的瞭望塔这种造型呢，可以非常轻松的识别到行人。不仅是行人这种高频的状况，我们在高速公路上开的时候，时常会看到一些遗落的小物体像轮胎或者包装箱之类的。如果你晚上开车的时候遇到，通常等你发现的时候已经很晚了，驾驶员只能硬着头皮去开过去。但是激光雷达它可以依然是准确识别到这些小物体的。
那除了上下班通勤，其实还有个高频场景，就是在假期里的自驾远途。那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就会有比较多的路况是行驶在高速道路上。对的。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关注什么呢？对，高速道路，其实你最希望获得信息就是尽早的能看到远处的一些障碍物或者一些物体的信息。那相比其他的激光雷达呢，蔚来所采用的1550纳米激光雷达，天生具备超远距离探测的这个优势。我们最远可以看到500米。对于这种反射率较低的暗色的车辆呢，我们在250米的距离上可以获得一个稳定的探测的一个效果。这是非常专业的参数。那对于用户来说，这意味着什么？假设我们本车啊以12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行驶，那我前方有一个静止车辆的目标，我在150米的距离上识别到它的时候呢，我只有4.5秒的反应时间。但是如果我在250米的距离上能识别到它，我将获得7.5秒的反应时间，足足多出3秒。这3秒是非常宝贵的。所以我们就整整多了3秒的这样一个反应时间。那其实我们刚刚聊的还是一些常规天气。如果我们碰到雨雾或暴雨的天气，我们的硬件应该会有更多的挑战要去应对。是的，在特殊情况下，我们不只有激光雷达作为辅助，我们还有穿透力更强的4D 毫米波雷达，在雨雪雾等复杂天气条件下，确保感知系统可以生效。大家可以猜一下，这个4D 毫米波雷达放在车身的哪一个位置？这个毫米波具备穿透部分非金属介质的能力，所以它其实是隐藏式设计，放置在前保险杠蒙皮的后方。作为传感器系统的重要一份子呢，它的顾客感知度确实有点低，所以今天我来帮它刷刷存在感。毫米波雷达的穿透力更足，是恶劣天气的感知保障。类似图上显示的这种浓雾天气，视觉探测会遇到很大的限制，但是毫米波雷达依然可以准确地识别到280米处的物体。是的。我们刚刚提到的，不论是在车顶站得高、看得远的激光雷达，还是位于车头的4D 毫米波雷达，它们就像一对千里眼、透视眼，帮助我们的车辆看得更远、更清楚、更立体。那对应者来说的话，很多网友可能会好奇说，那既然他们俩已经很厉害了，那为什么还要有这么多摄像头呢？ OK， 我来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啊。虽然我们刚才说的各种场景都在说视觉的局限性，但它依然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感知来源。驾驶员坐在车里面呢，他天然就会有各种盲区，即使他保持非常好的专注力啊，但是他也没有办法做到全向的面面俱到。我们现在全车在外部装了11颗感知摄像头，可以补充人眼的盲区，它可以做到全向全时的感知，配合上蔚来神机芯片的自研 SP 和大光圈镜头。我们可以提供非常好的一个影像体验。是的，神机安全影像在硬件和软件的加持下，能为我们带来更安全的车辆的周边感知。那非常感谢小宁的分享。这次我们其实也邀请到了座舱感知和摄像体验专家吕超来为我们演绎神机安全影像。那我们接下来就和对面的吕超打个招呼吧。Hello 文迪 ，Hello 小宁 ，Hello 直播间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栗子。那么今天呢，栗子也是请到了我们的这个神机产品经理、神机安全产品经理超哥和我们一起，那带大家见识一下我们的这个神机安全影像作为物理外挂来讲有多么的好用。好的，栗子，我先给直播间的小伙伴们科普一个常识。一辆常规的 SUV 周围大概有30平方米的视野盲区，那足足可以站下75个小朋友。哇！哪怕是老司机，他也怕这种盲区带来的危险，是驾驶过程中最大的安全隐患。今天我们通过神机安全影像，彻底解决这套盲区带来的危险，让看不见的危险变得看得见。哦，那其实超哥，我们市面上做这个影像盲区的其实有很多啊。那我们的这个神机影像安全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呢？好，那我来介绍一下，就是刚才小宁已经帮我们介绍了29个高性能传感器带来的优势。是的，那这部分我就不多介绍了。那今天我要展开的是我手里的这个神机 X9031自研芯片的它的优势，其中一个核心的应用场景叫 SP。SP 是我们负责图像处理的处理器。那这部分我们的优势是什么呢？我们通过自研的 SP 做到了全车的多摄像头的跨域调用。那我们把原来负责智能驾驶、辅助驾驶的800万的超广角的高清摄像头，也能够应用到智能座舱的使用场景中。那这样的话，就是我们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调用，而是可以做到各司其职，然后能够做到充分的基于它的使用场景去做充分的调教。那怎么做到呢？我们在这个 SP 里面内置了25个 pipeline， 就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可以同时处理25种不同风格、不同色彩的摄像头。那比如说我们同一颗摄像头既可以给座舱使用，也可以给
辅助驾驶使用，而且它们的调色不一样。那接下来呢，我们在场景中其实也布置了一些道具，我们就带直播间的朋友们一起上车体验一下吧，超哥。好，我们上车。好啦，来到了车上。栗子，你其实我们在外面刚才看到有很多的玩偶啊，你其实，在后视镜里面现在能看到它们吗？哎，上车了之后就完全看不到了哎。对，它们其实都在我们的盲区里面。对。那我们今天，假设你来到了一个路口，你正打算通过，然后你要打转向灯，你尝试试一下。好的，那我来试试。哦。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刚才看不到的这些玩偶都确实，它们都已经出现在我们的这个屏幕上了。是的，你其实发现右边这个呢，其实是你侧后的，就正好是我们平时这个电瓶车呀，包括行人啊，都从后面穿过的时候非常危险，你在后视镜里面看不到它，但是在这儿你一览无余，而且这个视野非常大，你会发现我们这个陆翔老师在很远的位置，其实都在这里能看到了。没错，是的。对，而侧前呢，就是你左边这个，然后是 A 柱视野的盲区。对，有的时候你可能开车的时候 A 柱挡住了，然后一不留神就出现一个人，特别危险。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清楚的看到这个人。没错。然后我们在一个视野里面就可以同时看到2个盲区。它不仅仅可以在屏幕上显示，它也可以被自定义到你的 HUD 上。哇，这样的话，你其实在正前方不用偏头，也能够看到这个视野盲区了。那其实栗子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的这个影像在白天表现的这么好，我们夜晚的表现如何呢？其实我们神监视影像里面有很重要的一个优势，就是超级夜景。我们这项技术叫超级夜景啊，它会把晚上的亮度提得很高，然后画面做得非常清晰。要不我们来进入到地库模式试一下。行啊，那麻烦导播老师关下灯，我们来尝试一下夜晚的情况吧。好，栗子，那我刚才其实把流媒体后视镜关掉了，这个时候就是你正常看后视镜的这个效果，你能看到后方有什么东西吗？我感觉黑漆漆的，什么也看不到。对，然后那我们现在把它打开再看一下。好。哇，这么清晰啊！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车牌号啊，包括这个视力表其实都能看清，包括最后这一排差不多也能看得清楚。没错，大家打出后面的一排，相信你们也一定能看到。对，那为什么我们能在地库的这种很暗的这环境下能够看清后方的视野，并且有这么清晰呢？就主要是2方面的技术。那第一，我们其实是做了根据场景智能曝光技术。那比如说我们在极夜的环境下，包括很黑的晚上的手绘模式的情况下，那我们都会根据这个场景去做曝光量的增加。那通过增加曝光量，我们可以把亮度提升到原来的5倍以上。哇！然后呢，这样有效的去提升你看到视野的画面的内容。那同时呢，我们还做到了更好的噪点控制，因为大家知道，有的时候你摄像头你把这个曝光往上拉，其实也会变亮，但是它的噪点会非常多、非常大。对啊，那其实我们通过多尺度的这个曝光智能降噪的技术，其实能够做到有效的控制降噪点。那怎么做到呢？就是我们其实在原来传统降噪的基础上加了3D 降噪，还有一些 AI 的降噪。那这样可以看到整个噪点会特别的细碎，而且几乎是看不清的。是的，在这么黑的环境里面，这个噪点还这么小，真的好清楚。是的，而且这个我们已经把画面放到最大，就是这是我们现在看的噪点最大的状态。那其实我们的视野比这个要大得多。哇！那我们来试一下啊，就是把这个视野扩大，我们看到底它得有多大。好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大家猜一下它到底能有多大呢？好，栗子你帮我调一下。行，来看一下。哇，还可以，还可以。哇，一直都可以这么小。对，它差不多有刚才的3倍多。哇！对，我们刚才其实是传统后视镜的这个视野，那我们通过我们摄像头的这个后方摄像头的800万的高清摄像头的复用，能够让视野扩大有效3.6倍。对，那同时我们其实看到这个状态下，其实噪点变得更不明显了。没错啊。而且这个我们复用刚才的后部摄像头的好处，除了我们可以看清更大的视野、更大的车道之外，我们还有一个场景，就是大家过年回家的时候，经常会在后备箱放很多东西啊。是的啊，那你后视镜就挡住了，完全看不到。是的，这样你就再也不用担心了。那么现在也麻烦导播老师再帮我们重新开一下灯吧。其实啊，我们的这个神经影像安全真的不需要展示过多的技术，我们很直观的就能看到它有多安全。是的。那么接下来的，我们就下车吧。那么今天也是非常感谢超哥给我们带来这么多有趣的分享。接下来我们也就把直播间再交还给文迪，希望他能带给大家就是感受更多我们的新功能。拜拜。拜拜。
非常感谢吕超和栗子带来的演绎。那蔚来 ES6作为一款已经推出了7年的成熟产品，除了不断的迭代之外，那我们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下的是它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品质。那前段时间呢，有一位用户，他是1代 ES6的车主，他在社区晒出了100万公里的达成成绩。100万公里相当于绕赤道了25圈。那车圈小陈呢回收了这台车，那来看看100公里之后的车况是怎么样子的。那我们今天也连线车圈小陈。Hello， 文迪，还有未来直播间的小伙伴们，大家晚上好，我是小陈儿。那前段时间呢，就是我们把这台上热搜的100万公里的 ES6给买了，并且呢，对这台车做了一个全车拆解。那今天就借这个机会，占用大家一点时间，来介绍一下这台车的情况。首先呢，我们特别想表达一个点啊，就是100万公里其实它只是一个数字，那真正拆开之后才发现这台车的车况全部都是惊喜。那在见到这台车之前，包括在拆开之前，我们整个团队都是很难想象这么大公里数的一台车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车况。那在拆完之后呢，我们也特别想说一句，咱们现在的国产新能源绝对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就比如说啊，这台车的外观漆面部分，虽然说它的年限不是特别长，但是在路上的时间真的不短。目前来看啊，整个车身是没有任何变色的，没有明显的色差，简单处理一下就非常的有光泽。而且所有人看到这台车都不会联想到这是一台100万公里的车，因为真的太新了。包括大家现在看到的前排的2张座椅，我们在拿到车的时候其实并不是这个样子啊，因为车主在买车之后就直接包了一个座套上去。拆开这个座套之后，发现这个座椅真的非常非常新，虽然说有一些塌陷，但是不影响整体的支撑性。那接下来呢，咱们来看一下这台车的底盘部分。大家现在看到这个样子呢，就是我们在拿到车之后的状态，因为我们只是把外观漆面简单处理一下，底盘部分是没有任何动过的，所以就是这个样子。那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呢，就是原车主王哥在50万公里的时候就把这台车的底盘的前后护板给脱掉了，所以后50万公里它就一直处于裸奔的状态。而且车主是真的一直住在烟台的海边，高湿高盐，使用工况是比较恶劣的。但是大家也能看到，底盘结构件是完整的，而且没有明显的锈蚀，因为整个底盘用的几乎全部都是铝合金的材质。那像一些衬套，车主之前也更换过，目前在我们检查完之后呢，发现也没有达到需要更换的标准。像球头和球笼的状态也都很好。那右后的减震器呢，原车主在80万公里左右也是更换过一次的，目前呢也不需要更换。另外就是这台车在我们拆开之前，我们是做过一个续航测试的，整车开起来没任何问题，没有任何的故障码，驾驶的质感是依然在线的。那特别意外的一个点呢，就是最终的续航成绩特别的好，真的非常出乎意料啊！续航达成率非常高，也就证明这台车电驱结构是没任何问题的。那咱们接下来来看一下这台车的整车线束部分。之前提到这台车是没有任何故障码的，其实也是跟线束息息相关的。先来看一眼车头的线束啊，因为这里的工况相对更恶劣一些，受到高温的影响会更大一些。目前来看的话，这些线束是没任何问题的，包括这些插头也都没任何问题。而且大家看上面这个胶条目前还是软的。然后呢，车内的主线束大家可以看到包裹的是非常严密的，全部都是这种防割布，里边这种波纹管包裹的也都非常好，没任何问题。接下来大家看一下这台车的动力电池。那之前我们在买车的时候做过一个全车的检测，视频在发出来之后，很多网友都在说根本没必要做电池的检测。我们现在觉得网友说的非常对，因为这台车虽然已经跑了100万公里，但是车上的电池依然是新的。这个就是蔚来换电模式的优势，就是大家完全可以不用再担心电池健康度的问题。换电呢，也是完全解决了纯电车车电不同售的难题。另外呢，就是不知道文迪有没有跟大家分享一个数据啊？原车主在从买车到跑100万公里的过程中，已经换了将近4500次电了，这个数字真的非常夸张。那很多人担心的电池紧固件寿命问题，在这儿咱们也给大家来兜一个底啊，就是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因为换电的螺栓全部是跟电池，不是跟车的。而且真的有问题的话，相信我啊，你100%是开不出换电站的。所以经过我们的这次拆检呢，这台车的车况和品质是完全得到验证的，都是没任何问题的。那我们的分享大概就是这些。
在这儿呢，也希望26款的车型可以继续产品力焕新，持续能打。接下来咱们还是把时间交给文迪。好的，非常感谢小陈的介绍。那我们可以看到蔚来 ES6在全生命周期的高质量表现，那这也是蔚来长期主义的体现。那不论是看得到的还是看不到的地方，我们都有可以经过100万公里锤炼的可靠品质。另外，刚刚小陈有提到，这台100万公里的车换电了将近4500次。那得益于蔚来独有的换电模式，即便你开到了100万公里，你也完全不用担心电池的衰减，常用常新，常换常新。那今天我们为大家详细展开了蔚来 ES6的产品力，那整体的信息量非常大。那我们也给大家再划几个重点。这一次，我们 ES6 和 EC6 带来了诸多升级亮点。我们这次将一致好评的副驾零重力新增可选搬到了主驾上。那同时我们在2排标配了舒享套装，实现了主要座椅的通风加热和按摩。同时我们也在后视镜两侧增加了辅助驾驶指示灯，也就是大家熟知的小蓝灯。在此基础之上，我们也为大家带来了自然奇境特别版，一共有2款主题，分别是以雪山为灵感的白色主题，以及以森林为灵感的绿色主题。在自然奇境特别版上，我们将更多的自然元素、色彩逐一带到了车内，希望每一位热爱生活的用户通过6系 SUV 都拥有属于自己的诗与远方。那接下来，让我们再来看看 ES6 和 EC6 的价格。蔚来2026款 ES6 整车购买价格33.8万起，电池作用方案23万起；蔚来2026款 EC6 整车购买价格35.8万起，电池作用方案25万起。在这里，我想特别推荐大家优先购买自然奇境特别版车型，仅需增加1.2万，就能享受到专属的内外饰主题和21英寸的大轮毂等数10项专属配置设计。不止于此，我们还为大家带来了诚意满满的购车礼遇。对于4月30日之前锁单的用户，我们可以享受到价值8500元的主驾零重力座椅免费赠送，价值3800元的超高清流媒体后视镜免费赠送。那购买2026款 ES6 的用户，同时还可以享受到价值8500元的女王副驾免费赠送。另外，我们提供行业最低年化率的7年超低息金融方案。ES6 首付最低仅需4.6万元 ，EC6 首付最低仅需5万元，就可以带走大满配置。同时，我们还有个小惊喜，对于选择了自然奇境特别版的用户，我们可额外加享 Neo Life 自然奇境版专属提车礼，包括毛茸茸的雪豹公仔一大一小，同时还有雪豹爪子样式的多功能纸巾收纳盒，也有叠叠乐小方块收纳箱以及自然奇境版专属贴纸。当然，我们在为每一位新用户提供周到权益的同时，也为老用户提供了专属的复购权益。好，以上就是我们 ES6 和 EC6 的价格和上市权益汇总。那在这里，我们让导播停留5秒钟，大家可以仔细的阅读浏览。2026款的 ES6 和 EC6 已经开启大定，展车均已到店，欢迎大家到店试驾体验。车车，昨晚的雪全都积起来了。该记得了。有点小心一点哦，这里有藏熊，还有鹿，有鹿。对。哎，你们看这是什么呀？这是普通菌子吧？什么菌子？对，这才是真的兔子。哇，好香！
没事没事，让他回归自然吧。I have waited for you. I have waited so long. Oh, I have waited for you. I have waited so long. Hello， 怎么样？还不错啊，今天散了。这个角度我觉得是很不错的，完全不一样。你觉得他会出来吗？我小时候跟爷爷问过这个问题，他说山一直会在这里。先给玩会儿。加两个，来，还有我。I have waited for you. I have waited so 你还拍吗？ long. 爷不是说了吗？山一直会在这里。 I have waited for you. I have waited so long. Hello， 各位牛的小伙伴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蔚来品牌的官方直播间。那现在您正在收看到的是我们2026款的5566车型自然骑境版特别版的发布会的现场，我是主持人 Juicy。那非常辛苦我们两位5566啊56系的两位就是负责人，刚刚呢也是给我们呈现了非常精彩的整个产品线的一个讲解的内容。大家有没有感受到我们品牌的诚意呢？这次升级真的是满满的哈，就是从由内而外的。 不仅仅就是一些拉花的设计细节，包括一些本来可能需要去选装的东西啊，现在标配给到大家了，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心动的小伙伴们呢，可以去直接到线下门店去感受一下我们的试乘试驾的魅力。那而且今天在我们整个发布会的现场，其实大家发现我们两位产品线的负责人呢，也是一路驰骋到各个地方去，山川湖海都去领略到了我们全新的2台不同的一个新版本的车型嘛。那也是带着很多的疑问，我们在直播前呢，在线上也是收集了很多关于我们 New 的小伙伴们的一些提问。 他们呢，对于我们这款新发布的这个自然骑境版非常感兴趣，所以呢，我们先依次来问一下一些问题，好不好？那也请我们2位负责人给大家做一个现场的解答。好的。那我看到有小伙伴们在问说，哎呀，非常喜欢我们的自然骑境特别版，不知道呢这个版本会不会有所谓的一个什么限时限量的这样一个情况？会不会，文迪老师？ 对，这个完全不用担心，因为自然骑境版是距2026款的5566推出的一个版型，不会做限量的发售。而且我们此时此刻我们的自然骑境版都已经到店了，所以喜欢这个版本的用户可以即刻到店来去观看实车。 没问题。然后现在我们直播现场其实也可以看到嘛，整个一个 Clean Parks 就是我们真的自然骑境版非常漂亮的一个外观的颜色，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欢，看看你们喜欢新车绿呢，还是喜欢我们的银白配色。我个人其实都不挑，我觉得因为看你们自己嘛，就是。
如果有些朋友说比较喜欢，哎，更加有那种深邃感的，比较喜欢小众一点点的，外面路上比较少见的，你完全可以选择你们的星辰绿。那星辰大海嘛，也是一种梦想、一种探索的需求。那另外，如果说你比较喜欢经典款的那种比较耐看的撞色系搭配的，我个人也很推荐云白色，很漂亮。因为 Juicy 自己也是在我们整个武夷山去试驾过的，这2台车我都非常的喜欢。OK， 来，我们第2个问题来看一下哈。我们在线的小伙伴说，哎，刚刚我们有这个提到购车权益嘛？那购买我们自然旗舰版这个特别版，是不是还有一些权益，包括我们很多的一些购车礼给到大家，是不是？那我们很多网友在提问，这个交车礼究竟是怎么样可以拿到呢？有没有什么要求啊？我们是不是线下能够给大家展示一下？有吗？今天是的，我们这一套自然骑行版的交车礼呢，会，大家在提车的时候会收到一个礼券哈，然后我们在5月份会陆续的凭这个礼券向大家发放我们的这个交车礼。今天我们也正好在现场做一个开箱吧。来，好喜欢这个感觉，现场开箱。首先它是一个小小的一个车内的储物箱，然后里面有一些雪豹主题的一些玩偶公仔，对这其实是一个纸巾抽纸，雪豹爪爪嘛，然后整个都是我们一些细节，就是包括像我们在CP 版上面都会有到的。像这个的话，我个人很喜欢一个雪豹的小公仔，你直接挂在车上面，然后这个的话，我这个是一个对，它既是一个爪子表演的一个物件哈，它其实是一个纸巾盒。航哥本人很喜欢，对，那么怎么样去拥有它呢？再给大家去重申一下好不好？这个。对我们这个所有购买自然骑行版的车主，他在提车之后呢，会在我们的 APP 上收到一个专属礼赠的这个礼券。那么我们5月初会陆续的，向这个自然骑行版的这些车主凭这个礼券来兑换我们手中的这些特别的小礼物啊，来自 New Life。具体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用户的 App 上面啊，我们可以在这上面有到一个惊喜的一个兑换券。对，然后呢，还有小伙伴们说，哎，我们这个自然骑行的特别版很细节哈，就是真实的用户体验了，发现我们侧门的拉花设计很漂亮，就是我们在路上是看不到的，但是银色的那个拉花设计。对的，是的。对，那能够让整个车门精致度其实 up 上去一个层次。那如果我有需要的话，我怎么样去实现呢？是的，这里也想提醒一下大家，这个拉花我们是以卡券的形式在 APP 的车商城里面去发放的。那自然骑行版的用户完成提车之后呢，会把这个卡件推送至用户的 APP 账户，那用户可以在 APP 车商城直接进行兑换。那我们的服务专员会在24小时之内进行跟进。同时我们也考虑到大家的不同偏好，那用户朋友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是否去贴这个拉花。是的，那刚刚有很多小伙伴说，哎，我们手上拿这个雪豹足迹嘛，然后其实也是我们这一次的限定款的自然骑迹上面呢，可以看到一些小细节，包括我觉得像一些我们那个前车窗的位置啊，一些包括像很多的小彩蛋，对，小彩蛋，还有一些 edition 版本嘛，就是给大家一些标识，它其实都是很精致的，然后很有那种彰显仪式感的一个标准，所以大家可以去选择去看一下实车。实车的话会更漂亮，因为它的这个颜色嘛，在日光灯下和我们整个比如说下雨天阳光下是完全不一样的，那种质感可以大家去体验一下。对，另外我看一下有没有问题，大家还蛮热烈的。还有问题，大家说，哎呀，当然了，除了这个自然骑行特别版，那大家呢也是呼吁度很高的这个小蓝灯，就是我们小蓝灯。对，因为之前没有嘛，很多的千呼万唤始出来，所以这次我们车型也给大家做到了这个小蓝灯的配置，是不是标配啊，恒哥？我们在2026款上是标配啊。那我们的现在的存量的车主朋友们也不用太担心。我们的所有的 ET5T 的车主和2023年款到2025年款的 ES6、EC6 的车主，都可以后续呢在车商城去选装我们这个后装的小蓝灯。我们这个后装升级的方案将很快和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哇，大家期待一下。那今天呢，其实我们2位的5566嘛，5系6系的产品线的负责人，其实给大家非常多的一个深度的维度去分享我们整个2个特定版本的一个发布。其实大家从我们深度用户的一个探讨，包括呢，大家其实在很多户外的一个足迹啊，可以看到，不管说各位车主朋友们是选择我们拓展空间非常多可能的5系 ET5或者 ET5T。
那包括呢，大家喜欢说，哎呀，我 SUV 又想要空间大又好开的，不管你选择 EC6还是 ES6，其实都能满足大家适合远方和真真实实的一个驾驶和驾控的体验感。是的，像装载能力啊、拓展的可能都是有无限的空间的，等待着大家一一自己去解锁。所以呢，其实我们说了这么多，都不如呢，大家可以亲自去到我们线下的门店、店里面，亲自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去感受一下。一起去看车，一起去试驾。是的，对，到实店，去看更好。好，没问题。那朋友们，今天我们的直播呢就要告一段落了，也是感谢各位小伙伴对于我们2026版本的新版本的支持。那我们手上的这个雪豹足迹呢，大家如果说再强调一下，想要获得的话呢，我们在5月份应该是交付的时候呢，就一并会给到大家喽。所以朋友们，我们下次直播再见，大家赶紧去试驾体验吧，朋友们，拜拜，拜拜。你上次也带了，用得上吗？你手账做的这么详细啊？账目不对吧？没关系，到了再说。帮我接一下。怎么样，这地方不错吧？太阳晒的，我想睡觉。We draw close to nature, letting life unfold in nature beneath the canopy, where the ancient water saturates. 你慢一点，等等我。哇，这里有一辆 EP5哎，太阳出来了。对，今天天气好好。这个，哇，这个颜色好看，你看，哇！刚刚的车是你们的吗？我们是那个上面。Extend on a road to steadily spread. Every thorn becomes a friend. In the warmth of the sun, we find our journeys in where every moment fuels a fire ahead. Burning bright in the darkness that once used to blind. On our journey, we leave the world behind. In every breath, our spirits start to climb.明天什么计划呀？明天再说吧。晚安。晚安。小船长，昨晚的雪全都积起来了。该记得了。Spark a heart.
小心一点哦，这里有藏熊，还有鹿，对。哎，你们看是只什么呀？这是普通菌子吧？普通的菌子。对，这才是真的兔子。你看。哇，好香！没事没事，让他回归自然吧。I have waited for you. I have waited so long. I have waited for you. I have waited so long. ，Hello，怎么样？还不错，云太淡了。这个角度我觉得是很不错的，完全不一样。你觉得他会出来吗？我小时候跟爷爷问过这个问题，他说山一直会在这里。先给玩会儿。加两个，来，还有我。爷不是说了吗？山一直会在这里。